我本是985大学的文学博士，半年前意外穿越到这个世界，成了陈国府骆家的一个卑微庶子。不止娘亲被骆家人毒杀，自己更是被别墅追，娶了一个痴傻丑八怪为妻。但婚后我并未自暴自弃，而是靠着母亲生前所留的宝物，白日修炼武学，晚上跟随神魂前辈修行法术，终在科举5科大比上杀了那毒妇之子，状元高中。而且婚后我发现，妻子一点都不丑，还是貌若天仙的美人。可奈何性情冰冷，甚至洞房之夜都让人替代，不愿与我同寝，最终还是提出了和离。新郎官低头向前，踏过火盆，烧尽晦气，越过月红火。小心着点儿，别烧着胯了。公子，青州，你二哥和秦家定有婚约，不过你二哥科考在即，无心其他，所以这门婚事就由你替你二哥履行。青州，这可是好事。虽然外面都传秦家大小姐是个不会说话的傻子，长得也奇丑无比，但秦家总归也是咱墨城4大家族之一，世袭的贵族。等你入赘那边，就是秦家姑爷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是啊，三弟，你个没娘的庶子能成为秦家姑爷，已经该知足了。当然，你也不用谢谢二哥，谁让你是我弟弟了？我本是985大学的文学博士，3天前意外穿越到这个世界，成了陈国府的一个卑微庶子。不过，我毕竟揉合了前世的血肉记忆，仇恨屈辱，境界感同身受。王氏、骆玉，你们母子杀我娘亲，逼我入赘，害我受辱，这一仇我会记住。而今我实力低微，只能折服，但他日定会向您尽数讨回。这么长时间了，问他什么都一句话也不说。看样子王氏母子说的不错，这秦家大小姐真是个痴傻的丑八怪。痴傻也就傻了，可娶了个丑八怪，这让小爷我一会儿怎么下嘴啊？可怜小爷我英姿飒爽，一表人才，难道我这具帅气的躯体真要便宜一个丑八怪了？不行，坚决不行！那个秦小姐，咱们有言在先啊。虽然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但是洞房一事全凭自愿，所以在我们没有看对眼之前，我不会勉强你，也请你不要勉强我。昨晚不是吗？我真的被那个又傻又丑的大小姐给睡了，我的一世清白啊！公子，你醒了吗？新婚第一天要先给大小姐的双亲敬茶呢。好。公子，新娘、夫人长得好看吗？小弟还没见过呢。本公子跟你一样，没见过，也不想见。姑爷，我是百灵，是大小姐的侍女。如果姑爷不嫌弃的话，我也可以服侍姑爷。不过
不能通房哦。姑爷，好看吗？她就是大小姐，姑爷的娘子呢？娘子？昨晚跟我洞房的人是她？姐夫，娘子可不能乱喊，姐姐要是听到会生气的。姑爷，百灵到你呢。这位是二小姐，是咱墨城有名的才女呢，最喜诗词。我就说，若那秦大小姐这么好看，那个恶毒母子会舍得给我？不过妹妹这么漂亮，姐姐真的会是个丑八怪？传言说不定是假的，看来今晚在洞房的时候得好好看看。姑爷，大小姐身体有恙，需要二小姐领您去给夫人敬茶。有恙？明明昨天还好好的，难道是因为昨晚？看来今晚的动作得温柔一些。那就麻烦二小姐了。母亲大人，请喝茶。谁是你母亲大人？我有这么老？不准乱看，叫夫人。夫人，请喝茶。这小子心性不错，若是旁人，怕是早就吓得哆嗦磕头了。而他一个入赘的庶子，却如此沉着冷静，倒是不一般。不过这小子竟然这般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没大没小，实在讨厌。可这小模样却是越看越俊俏。这是丈母娘的心声？难道我能听到别人的心声？听说你是个秀才，读书不少，应该会作诗吧？今日我便考考你，你若答得出来，我秦家可继续供你读书，让你考取功名；若不然，那就去后花园给我种花，当个下人。我秦府之中不养没用的废人。向我威猛？不过我怎么说也是985大学的文学博士，前世我读书过目不忘，李杜诗词信手拈来，我不信这丈母娘能难倒我。夫人请出题。你与我家蒹葭刚成亲，那就便以情字为题，要表现出对蒹葭真情流露，还要表现出对我们蒹葭的浓浓情意。1炷香的时间，诗词即可。娘亲，姐夫跟姐姐才刚成亲，这感情需要培养，你让他真情流露，这不是为难他吗？况且还就给1炷香的时间，就算是玉城才子王之涣来了，怕是也做不出来啊！多嘴，就你这身子，不回房休息，还管这小子的闲事。娘亲也是在考他的才学，看他配不配当我们秦府的姑爷。娘亲，你一边待着去。今日他要是通不过我的考验，就休想走出大门，还不快去点香计时？1炷香的时间，你要是做不出来，不必了，晚辈已经想到一手。这么快？你要是东拼西凑敷衍我，那就是对我女儿的不尊重，你可知道后果？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，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，人间无数。这小子还真做出来了，好美的词，姑爷对小姐的情谊胜过人间无数呢。姐夫，还有吗？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这家伙莫非文曲星转世，竟能写出这种诗词？夫人，夫人，姑爷的诗词您可满意？
也就将将就就，马马虎虎。看在蒹葭和微末的份上，算你过关了。不过呢，你别自鸣得意，这世间才子多了去了，以后要谦逊谦虚低调，知道吗？退下吧，好好回屋里读书，将来考取功名，也好给你母亲挣个名分，也给自己添点身份和地位。你如今这般啊，可配不上我家蒹葭。可惜了，这小子如此才华，若是生在玉京大户人家，只怕现在早已名满天下。不过也好，那成国府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，倒是便宜了我们秦家。我这丈母娘倒是个嘴硬心软的主。别看了，他是你的姐夫，你是他小姨子，看也没用。娘亲，你说什么呢？母亲临走前给我留下3本笔记，一本炼体功法，一本神魂修炼术，一本拳法秘籍，还有一宝物日月宝镜。这段时间我一直暗中修炼，加上日月宝镜所产生的灵液温养，如今拳法已经大成，炼体功法也突破至炼皮境界。我有这神魂修炼术，始终无法突破这层枷锁。不过王氏母子日后再耍什么小手段，我应该都有自保之力。公子，百灵姐姐来了。就百灵一个人吗？大小姐呢？姑爷，你不用等大小姐了，大小姐自己有住的地方，而且以后也不会跟姑爷住在一起。不过姑爷每个月都可以跟小姐同房一次。大小姐说了，姑爷你今天在夫人面前表现很好，特意说要奖励你，今晚可以再同房一次。记得提前洗好，等着。小蝶，今晚房间多点些灯，我非要看看这个大小姐长什么模样。公子，你不是不想看吗？多嘴。已至此时，看样子今晚她不会来了。还是不愿意相信，那么白皙娇嫩的玉足，她的主人竟然会是个丑女。又来！公子好粗鲁，都不知道怜惜新娘子呢。公子，昨晚你与小姐同房啦？你看到了？没有，我只是听到了。哦，那小蝶，早上大小姐出门的时候，你看到了吗？没看到啊，奴婢起来时，房间里就只有公子一个人在睡觉，大小姐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，可能害羞呢，所以来的时候、走的时候都是静悄悄的。不过公子，奴婢起来开院门的时候，看到有人从门前走过，
看背影，像是谁？像是二小姐。这新娘子有点不对劲儿了，每次都神出鬼没，好像故意让我看不到脸。长此以往，长得是美是丑不知道也就罢了，就连每次洞房睡我的是不是大小姐本人我都不知道。看来下次洞房时得想办法做个记号了。姐夫，你醒了？昨天晚上睡得舒服吗？啊，娘亲让我给你准备了新衣服。按习俗，成亲3天要回门拜见父母。今天是你和姐姐回门的日子，记得一会儿换上衣服。听说这次回门宴，成国府邀请了很多贵族宾客，我和娘亲也会去。谢过二小姐了，不过以后这种事情让丫鬟来做就可以了。没关系的，姐夫，小姨子伺候姐夫，天经地义嘛。小姨子，天经地义。老天，新娘子不对劲儿，这小姨子也不对劲儿啊。这姑娘好强的剑意。姑爷，她叫夏蝉，也是大小姐的侍女，也可以说是护卫。她可是剑道高手，拔剑即杀人，一剑封喉。姑爷没事儿千万别惹她，否则小命堪忧。这么狠吗？姐夫，姐夫，别姐夫了，微末赶紧跟我上这辆马车。哦。我那小姨子才貌过人，丈母娘也是貌美如花，我这个老婆真的会是一个痴傻的丑八怪吗？那个有苍蝇。如月，你来了，这就是你们家刚招的姑爷吧？不是我说你，如月，你们秦家好歹也是墨城4大家族之一，又有世袭罔替的爵位呢。就算骆家瞧不上你家闺女，你也不至于找一个来历不明的庶子当女婿吧？这要传出去，多丢人呐！蝙蝠头上插鸡毛，你算什么好鸟？庶子怎么了？英雄不问出处，狗不嫌家贫。我家昭旭呀，只看才学。秦夫人这是在夸谁有才学呀？没想到这次回门，洛府还邀请了江城主。怎么，洛大人是想多找些人来看我们秦府的笑话？宋妹妹说的哪里话呀？江城主今日特来和我家老爷谈事情，顺便被我们邀请来看看咱甄家的花容月貌，不是？是啊，听闻秦家2位小姐个个貌若天仙，侄儿一早就想一睹芳容了。不过今日弟妹回门给公婆敬茶，为何却蒙着面纱？总不会是不敢见人吧？这娘娘明知道我娘子痴傻冒充，却如此说辞讥讽，分明就是想看我笑话。刚才秦夫人说起才学，最近咱墨城流传一首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的词。这首词各位有听过吗？我夫人就特别喜欢这首词，还特意让人装裱起来挂在床前。对对对，这词啊我也听说了，写的是真好啊，情深意切，情意绵绵。哼，这是哪家公子做的？我闺女一直想见一见呢。江伯伯，这首词我们不只是听过，还是我姐夫当着我和我娘亲的面亲自做出来的。什么？这词是这赘婿做的？不可能，他会做什么诗啊？此话当真？这
两首词啊，是我家女婿当着我的面所作，还能有奖？秦夫人，你这姑爷可真是好才华，正好科举在即，我明日让主持科举的王大人推荐他，让王大人多多关注贵府姑爷，让咱们墨城也出一位文科状元。这小杂种藏得够深了，竟还会作诗！要让这王八蛋得到王大人的赏识，岂不挡了我儿科举的路？哎呦，江城主，我想起来了，这词是我儿骆玉在练武之余即兴所作，估计是被青州听了去，又做给了秦夫人听。我说的没错吧，青州？我就说呢，一个赘婿怎么可能有这般才学？原来是剽窃的骆家二公子的呀！你们二公子，这首诗当真是你所作的？不错，正是我做的。当时我练武累了，一时有感而发，随意之作，也没有怎么在意。没想到被三弟听见了。骆二公子真是好才华呀，随手一作便仿若天成。江伯伯，我听说下个月就是你父亲的70大寿了，不如让骆二公子当众做一首祝寿诗词，也好让江伯伯回去给自己的父亲祝寿用。对，我正愁着，不知道该给老爷子送什么寿礼。既然骆玉贤侄才华盖世，那就帮我给老爷子写一首祝福诗吧。江城主，这作诗也需要时间呀。好，无妨，不着急。骆玉贤侄先想着，等宴会结束前再给到我就好。那好吧，江城主，请上座。来，你给我出来。你二哥科举在即，需要一个表现的机会。我的意思，你懂吗？不知道。蠢货！你不是会作诗吗？还不赶紧替你二哥做首祝寿诗！这老娘们真够不要脸的，抢我功劳，诬陷我剽窃，还让我作诗替他儿解围。好，想让你儿表现是吧？今天就让你好好出出风头。好的，大夫人，我试一试。江伯伯，侄儿已经想好了。这么快？骆玉贤侄果真是才思敏捷。骆大人，你可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。玉儿，快给张伯伯念念。好。七旬华诞庆长春，十方宾客贺寿辰，必得松鹤延年岁，死生堪破笑红尘。好一个死生看破笑红尘，好诗好诗呀！王云，你真是生了个好儿子，简直就是文曲星转世。不错，确实不错。江伯伯，侄儿已经令人将此诗写下，等寿礼当日，江伯伯直接赠给老爷子便可。来人！骆玉贤侄有心了。江城主，可否向王大人推举下我家玉儿？骆玉贤侄如此才华，我一定举荐。钱二小姐，你摇头做什么？莫非你觉得我这诗做的不行？这诗，算了。听闻秦二小姐也是咱们墨城有名的才女，精善诗词，你不妨说一说。江城主，那我就直说了，骆二公子这首诗哪儿都好，就是有点儿不吉利。放肆！我儿这诗是祝福江老爷子延年百岁，多好的寓意！你岂敢在这胡说八道，搬弄是非？二小姐，说下去。骆二公子，可还记得这首诗？能否再读一次？有何不可？七旬华诞庆长春，十方宾客贺寿辰，必得松鹤延年岁，死生堪破笑红尘。骆二公子
可否把每句诗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一遍？这有什么不可的？连起来不就是70璧？死！你死！江老爷子亲是大寿，你竟敢作此毒誓诅咒他，他不会向江城主认罪！江伯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咒老爷子，这诗是娘亲给我的。江城主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你娘的大！敢咒我爹死！不必了，陆大人，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您答应我的事呢？老狗还有脸求我办事？让赔死你这群狗日！以后再说。金南兄，留步啊！畜生，你死！坏我的大事！父亲，这事不赖我呀，是娘亲给我的事。这个蠢货，他你干的好事！骆大人，咱可不能动手打人啊！老爷，打呀，使劲打呀，打死王云这个贱人，爽！我这丈母娘竟也是性情中人。老爷，不是我，是陆清舟这个贱种，是他故意做毒誓，坑害我们母子啊！你说什么呀？你满嘴的破词！洛夫人，这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讲。在场所有的人都看到了，那诗是出自女儿之手。你们母子俩做错了事情，却肆意栽赃诬陷，还赖上我们秦家姑爷。若是被我老爷知道了，你向我们家姑爷泼脏水，怕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今日这茶，我看不敬了。荆州，带上蒹葭，我们走。清舟，你这个贱种，害了我们就想走！来人，拦住他！有我的吩咐，谁也不准离开成国府。还有，把秦家那大小姐的面纱给我扒下来，我要让大家看看这个野种娶了个怎样的丑八怪。反了，竟敢在我成国府杀人！王护院何在？带人给我杀了这个贱人！是。这野种竟然敢算计我，让我颜面尽失！今天不知他的难堪，消我心头之恨！陆玉，你敢！三弟，娶妻再丑也得见人不是？蒹葭小心！姐姐，住手！这秦家大小姐竟然……不可能！世上怎么会有这般人？魏墨，这就是你姐姐吗？你姐姐不是一个痴傻的丑八怪吗？怎么会这么漂亮？都是外面的谣言，姐夫也相信吗？我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万里挑一的美人，心智也远超常人，只是因为某些原因，不愿与人接触而已。姐夫，新娘这么好看，你开心吗？王氏跟洛玉这两个蠢货，以为钱大小姐是个丑八怪，硬是逼我去替婚入赘，可没想到吧，你们退掉的婚事，实际上是个国色天香的美人儿，估计就会让母子俩后槽牙都咬碎。不可能，她不可能是秦家大小姐，绝对不可能！你究竟是谁？为何要冒充这个废物的妻子，来我成国府，让我如此难堪？洛夫人这话说的，是不是我家闺女？别人不知道，我这当娘亲的还不清楚。是你们有眼无珠，不知道我家蒹葭的好。不过还得感谢你们，若不是你们看不上我家蒹葭，又让青州入赘，我们秦家还真得不到有如此才华的姑爷。等他日科举高中啊，定请你们来喝喜酒。站住！怎么，
莫大人这架势，是想留我们在这儿吃饭吗？放他们走！老爷，不能放他们！是想害死你儿子吗？夏蝉，走了。莫大人不请咱们吃饭了，咱们回家吃。玉儿，你没事吧？玉儿，你说话呀，你别吓娘。那姐不是凡物，这女孩也非同寻常，她却只是他的侍女，而且她长得也不是丑八怪。娘亲，这婚事我后悔了。公子，听说你看到大小姐的样子了？你也知道？听说大夫人和陆二公子都气坏了呢。不过以大夫人和二公子的作风，此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所以公子，你以后还是小心点，别出门。放心吧，你家公子早就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弱书生了。说的也是，夏蝉姐姐这么厉害，肯定会替大小姐保护好公子的。对了，公子，吃完饭后你就早些休息吧，今晚我就不替你暖被子了。怎么了？刚才碰到了百灵姐姐，她说让公子在床上等着，说不定大小姐会过来与您同房。小蝶，你说一个冷若冰霜、貌若天仙的姑娘，真的会跟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同房吗？公子，您说的是大小姐吧？大小姐不是与您同房过2次了吗？可是，真的是她吗？公子，您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小蝶，这个燃油灯多一点，蜡烛也尽量多一点。大小姐那么漂亮，今晚恩爱时，我就要一直看着她，看清她。咦，公子羞羞。还是不来了吗？每次这个时候，都觉得身子发软，提不起力气，而且头晕眼花，根本看不清楚。不行，既然看不清楚，那就想办法在他身上做个记号。明天天亮，我非得看看昨晚睡我的人究竟是谁。都给我滚！你们先出去。玉儿，还在因为白天的事情闷闷不乐？娘，女子本来是属于我的，现在竟然便宜了那个贱人，我不甘心！玉儿，看开些。秦家大小姐那么漂亮，就算她要成亲，定然也看不上卑贱庶子。那庶子也只能干看着。等你科举高中，功名加身，再加上你大哥的名声，我骆家在墨城将无人能及。到时候咱们第一个先灭了秦家，等真到那天，莫说秦家大小姐，就连秦二小姐都将是你的华夏之臣。可是娘，我能高中吗？那庶子诗才过人，文科考试我定不如他。玉儿放心，娘会为你的未来扫清一切，挡你路的人都会死。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专心备考，剩下来的事交给娘。孩儿知道了。
夫人，奴才已经派人去盯着了。按照规矩，那小子成婚后定去城外祭拜他的母亲，那个时候咱们再动手。月儿正在关键时刻，不要留下任何的把柄。夫人放心，城外山林常有野兽出没，黑木林更有吃人的妖兽。他若是死在那里，尸骨无存，没有人会怀疑的。就算有人怀疑，也没有任何证据。人可靠吗？我让王仆找的人，都是外面犯了人命的凶犯，其中一人还是练皮境的武者，杀一个柔弱书生而已，绝对万无一失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小姐，你快去给我拿衣服，我去让二小姐拿。好。姐夫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小姐，昨晚果然是你，为了怕我发现，今早刻意用丝带遮掩。姑爷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一大早跑过来打搅我们小姐睡觉，莫非是在大小姐那里受了气，跑过来跟我们小姐撒气呢？秋儿，休得对姐夫无礼。姐夫，你是不是跟姐姐吵架了？姐姐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请你不要怪罪她。姐姐其实很可怜的，她一个人离开家那么多年，在外面不知道受了多少苦，也没有人理解她。她现在变得也不愿意跟人亲近了。所以洞房那晚，你就替你姐姐去。二小姐，我能问你为什么吗？为什么一直刻意隐瞒？姑爷，刚刚找了你很久，原来您在这儿呢。怎么你的脖子也……你是说我这个丝带吗？缠缠也有，好看吗？什么？下缠也有？这到底什么情况？难道昨晚同房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3个？不对不对，让我捋一下，肯定是有人为了混淆视听，故意让大家都带着丝带遮掩记号，所以送他们丝带的人，便是昨晚真正与我洞房的人。百灵，我问你，这些丝带是谁送你们的？又是谁让你们带的？二小姐吗？还是大小姐？是我，是我。我靠！难道昨晚是……该死！这到底什么情况？昨晚睡我的人到底是谁啊？城主夫人送我几条丝带，我看着喜欢，便赏给百灵他们戴。怎么？难道还要经过你同意？夫人，您误会了，我就是觉得这丝带分外好看，所以好奇是谁的眼光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姑爷今天老是盯着我们的脖子看，难不成是在某人身上留了什么记号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没有。行了，少说废话了。来见过城主夫人，江夫人，他就是我的女婿。你床头上挂的那首词啊，就是他做的。晚辈青州见过城主夫人。如月，你这个姑爷还真是才貌双全，不仅诗做得好，人也长得俊俏得很呢。也就那样嘛，也不看看是谁家姑爷。我宋如月的女婿，那自然是人中龙凤。今天找你是有事情要办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长公主在边境连打几个胜仗，正好啊驻扎在咱们墨城附近，所以城主便邀请了长公主来咱们墨城过年，顺便为长公主啊举办庆功宴。到时候希望你能做几首诗来称赞长公主，就当是我们秦家送的贺礼了。长公主文武全才，不仅能行军作战，还爱好诗词字画。但情情爱爱的诗，长公主怕是不喜欢，最好能做几首气势豪迈，或者是国家大事的诗词。长公主是大炎皇帝的姐姐，身份尊贵，而今更是大权在握，权倾朝野，
倘若你能借此博得长公主欢心，不止你自己，连带着整个秦家都将会受益匪浅。抱歉，城主夫人，请恕青州愚笨，我不会做此类诗词。那会写故事吗？关于国家征战、军事谋略的故事，长公主也是喜欢的。晚辈也不会。什么？不会？再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。夫人，青州真的不会。你，这长公主这么厉害，怕是将来不是个武则天。这种涉及皇室、议论国家大事的诗词太过敏感，万一做不好，或者是一两个字眼被有心人曲解陷害，那就是个死。前世那些诗人因此被杀头的多的是，我一个赘婿，到时候估计也没有资格赴宴。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还是不参与的好。娘亲，每个人的文采风格都不一样，姐夫不擅长做那样的诗词，情有可原。刚才林毅不是说了吗？长公主也喜欢画，要不微末做一幅画，然后再想一首诗词提上去。虽然可能有点拿不出手，但毕竟是一片心意，相信长公主也不会怪罪的。某些人养他不知道有何用，关键时候还不如一个弱女子。过几日想着给你母亲上坟，让蒹葭陪你一起去，这倒好，不必去了。你一个人去，在山上被土匪杀了，我都不带管。那修炼之法搭配日月宝镜产生的灵液，果然有奇效。普通人炼皮大成至少需要3年，而我只用了数日。还有母亲留下来的那套梅花拳法，我也真知大成。若不是上次回门夏蝉出了手，我还真想试试那套拳法的威势。公子，该吃饭了。不急。小蝶，看好了。小蝶，公子硬的。耶，公子好硬呢。等着吧，还有更狠的。到时候别说是这块小小的石头，就算是钢铁，公子也能把它砸得稀巴烂。明天陪我出趟城，去陪我娘亲上坟。这丫头怎么搞的？没钱雇马车就算了，连给我娘亲买纸钱香烛的钱都不够吗？公子对不起，是小蝶没有控制好支出，把公子的这笔钱给花完了，你怪小蝶吧。傻丫头，公子又不是真心怪你，我一个入赘来的，钱府给我的月例钱，除了吃喝用度，每个月没剩多少了。况且我最近分量还增大了，超支很正常。香烛啥的没买就没买吧，我今天过去和我娘亲说说话就行了。好了，听话，不难过了。走吧。姑爷，二小姐已经等候您多时了。二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身子一向不好，怎么来这种地方？没关系的，姐夫，今天是你成婚后第一次给娘亲上坟的日子。我姐姐来不了，特意嘱咐微末来陪姐夫上坟的。真的是大小姐让你来的？她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性子，还记得这种小事？不是姐姐还能有谁呢？姐姐还让我买了一些香烛，还有纸钱，陪姐夫上坟呢。谢过二小姐。姐夫以后叫我微末就好了。姐夫，走吧。这是定金，剩下的事成后给你们。记住，动作利索点，不要留下什么痕迹。我们兄弟办事，你放心，半个时辰后，老板上山收尸便是。娘，
孩儿来给您烧纸钱了。孩儿成亲了，妻子是位大家千金，很漂亮，如仙女一般漂亮。她对孩儿很好，很温柔。娘，您在天之灵安息吧。您的养育之恩，孩儿只能来世再报了。但您放心，那些亏欠你的人，孩儿一定会帮你讨回。小姐您没事的，秋儿，我替姐姐给姐夫的娘亲磕几个头。姐夫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相信你娘亲在天之灵，她看到你现在成家了，过得很好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是啊，若是她知道我已经离开了成国府，在新家过得很好，她应该会很开心吧。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公子留步，可否为我们带路？乐意小楼，请问二位想去哪？这蠢货竟然这么容易就上当了！大哥果然还是太谨慎了，对付一个废物书生，还要让我跟二哥打前阵来试探，他们在后面殿后，哪用得着这么麻烦？一会儿这小子指路的时候，我手起刀落直接砍了他。至于那几个姑娘，看着水灵得很，待会儿倒是可以让我们哥几个爽一把。杀手吗？请问二位还问路吗？问路问路，我跟四弟想要去墨城，望公子在前面指路。没问题。不过那边那几位也是你们的同伴吗？守护者。公子，他们……小蝶，你拿着他，赶紧带二小姐下山。姐夫，那你怎么办？我没事，我会在后面跟着你们。我去就回。姐夫，走。小姐。这是那书生干的。大哥，那人不是说对方是个文弱书生吗？这一拳一脚，击得老二和老四的胸口，头骨都碎了。这他妈比我们还残忍呢！大哥，这生意咱们还干吗？到嘴的肉能让他飞了，我们追上去，合力上。就算他是练皮境的武者，我照样也能杀他。好。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大哥，那小子不在这儿，他样子是丢下丫鬟自己跑了。先把他们杀了，追那小子。好，3个娘们儿交给我。老三小心！姑爷，姐夫。混蛋！区区一个书生秀才，居然如此阴狠毒辣，还杀我兄弟3人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为了杀我，竟然雇了一个武指，那对母子还真是煞费心机。也罢，我修炼多日，还未曾真正的出手，今日就拿你来祭奠我娘亲的在天之灵。梅花拳法，梅花飞。你。
公子呢？二小姐，你们赶紧继续下山，不要回头，也不要害怕，我会尽快去找你的。那姐夫你要小心。走吧。只有他们几个，看来是成功了。那小子已经死了，不过还是上去看一眼尸体，要回去向夫人交差。果然是死了吧？死在这里，算是便宜那小子了。毕竟跟那贱人母亲死在一起，算是母子团圆了。啊，不是那小子！该死，那小子人呢？你是在找我吗？三公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拿着匕首是要杀我？去死！你是？我就是个书生，你不是知道吗？一群蠢货，一个书生都杀不了，我要你们何用？夫人，定是秦府派了上次那个用剑的姑娘暗中保护，不然的话，王婆他们肯定能杀了她。没想到一个入赘的庶子，秦家竟如此重视。能不重视吗？秦家可是还指望着那小子光宗耀祖呢。长公主马上来墨城，秦家必然会让那贱主作诗送上。若能博得长公主的欢心，不止那臭小子，怕是秦家日后都要踩在我们头上。不行，必须在长公主来之前杀了他，绝不能让他给长公主献诗。夫人，我有办法，不只能除掉那小子，甚至整个秦家也能一并除掉。只是，怕是得需要宋家人相助啊。什么办法？然后咱们就……对了，小蝶，你今天有看到百灵吗？她有没有说她家小姐何时来同房？没有呢。这就奇怪了，之前每天都来同房，而今我上房回来也有数日，却一点消息也没有，让我一直独守空房。莫非是她前几次消耗太大了，需要休养？公子，我今天还碰到秋儿姐姐了。她说二小姐上次回来后便病了呢，还说希望公子有空可以去看看二小姐。你说什么？二小姐病了？小姐，姑爷来了。姐夫，姐夫，你怎么来了？在写诗呢。这生着病怎么还这么辛苦？还是要好好休息。不瞒你说，过几天就是长公主进城的日子了。这些都是微墨给她写的礼物，只不过微墨才疏学浅，写了几首，都感觉送给长公主不太合适。给长公主的诗吗？罢了，让我试试吧。可是姐夫，你不是说不愿意给长公主写诗吗？你不是陪我上坟才生了病吗？看你如此犯难，我又怎能坐视不理？说吧，需要几首？7、8首吧。好，秋儿，帮我研墨。我来吧，姐夫。这怎么能行？这都是下人做的事，况且你还生着病。没关系的，其实姐夫今天能来，微墨就已经好了一大半了。况且微墨也想看姐夫写的字。好吧。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，千磨万击还坚劲。
震耳东西南北风。小姐，好诗呢。姐夫字写得好，诗写得更好。这首诗托物言志，娘亲看到了肯定会很满意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归家海内兮归故乡。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姐夫，你这首诗写得太好了，一股帝王之气，长公主看到了肯定会喜欢的。秋儿，快把这2首诗给娘亲拿去。是的，小姐。姐夫，诗能言志，诗能育人。姐夫，你能写出这样的诗，心里一定有着万丈豪情，未来一定会名满天下的。二小姐过誉了，我不过是一升斗小民，怎么能做出这种好诗？其实，这首诗出自汉高祖刘邦。汉高祖刘邦，有这个人吗？这个世界应该没有吧。姐夫又在拿微墨寻开心，明明是你自己写的诗，非要编造出一个不存在的人。二小姐，你累了吗？姐夫，你要走了吗？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。剩下的诗我明日再来做。那好吧，微墨送你。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扶你过去吧。那你先好好休息。姐夫，你能帮微墨把外套脱了吗？太热了。这……好吧。二小姐，那我先走了，早点休息。姐夫，还有鞋子。二小姐，我还是去叫秋儿吧。姐夫，其实你帮微墨也是可以的。这刚才帮小姨子脱外套已经是不合礼数，现在若是再帮她脱袜子，要是被别人看到传到丈母娘耳朵里，那丈母娘不得杀了我。不过我记得前几次洞房的时候，我那娘子小脚玲珑有致又娇嫩，这次倒是个机会，确认一下那狱卒的主人究竟是不是我的小姨子。一会儿我动作快点，只要没人看到，应该传不到我丈母娘耳朵里，好吧？夫人，刚才姑爷在帮小姐写诗，这会儿估计已经离开了。哼，最好如此。一会儿若是我看到他这么晚了还在微墨房里，我定打断他的腿。姐夫，床上。不是，我干嘛要躲呀？我又没干坏事，直接走出去，或者直接去案台前研墨写字不就行了吗？就算我那丈母娘大人看到我只要说给长公主作诗，她应该也不会说什么。反倒现在，若是被丈母娘发现，
二小姐，我……那小子走了吗？娘亲，姐夫已经走了好久了。完了，这下是真下不了床了。他还知道避嫌呢。他要是还没走，我那后花园正好缺个挑粪的，让他挑一夜。微墨，休息了吗？让娘亲看看脸色有没有好些。别，娘亲别了，微墨怕风。那你现在还咳嗽吗？需不需要喝点药？好了，娘，微墨累了，想休息了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你好好休息，娘亲就不打扰你了啊。娘亲，你还不走吗？今晚啊，我就睡在这儿了，这儿挺好，比我那儿舒服多了。我靠，别啊！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想让娘亲睡在这儿吗？没。微墨，你那床挺大的，娘亲跟你一起睡好不好？长到现在这么大，我还没睡过你的床呢，想享受一下。完了，要被发现了！别，不要！哎，小气鬼！娘亲，微墨真的累了，想休息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娘亲就不打扰你了。哎，这孩子身子骨就是弱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今晚我得好好守着他，不能睡着了。估计今晚是睡不着了，趁这个时间再修炼一下我母亲所留下的神魂修炼术吧。秘籍记载，人之精神来自神魂，精神撞神魂强，神魂强可离体出窍，独自在天地游荡，夜游日游，遇物甚至附体。神魂若想出窍，当内视五脏，精神凝聚，从下向上，缓缓攀爬。神魂出窍，离体夜游，我这是成功了。这就是神魂达到梦游之境的感觉吗？简直是如鱼得水，如履平地。待他日神魂突破这御物境，便可御剑控物，杀人无形。到时候别说是那王氏母子，就算整个成国府，我都无所畏惧。那不是丈母娘的丫鬟樱桃吗？鬼鬼祟祟干什么？是不是偷东西了？追上去看看。就这些？暂时就这些。是何话？是那赘婿所作，话是晴儿小姐所作，我都誊写下来了。继续守着，应该不止这些，话可以不要，只要那小子的诗词，这些才是最重要的。明白。别那小子满腹才华，这次要让他背负抄袭的罪名。庆功宴上用抄袭的诗词欺骗长公主，基本等同于欺君罔上之罪。到时候别说那个数字，就是整个秦家人抄家流放都是轻的。当然，这事不能我们亲自出头，毕竟我们和秦府是亲家，到时候只需把这诗词送给宋家。这些年，
秦家霸占了宋家不少产业，表面上两家一团和气，背地里宋家恨惨了秦家。好毒的奸计，暗杀我不成，用奸计谋害我，谋害秦家。不过王师，你终究是小看了我洛青州，偷师是吧？我让你们偷，这一次我就给你们洛家一个惨痛的教训。姑爷，您今天怎么白天过来了？那个二小姐呢？我又想了几首送给长公主的诗词，想写给二小姐。二小姐刚吃完午饭，正在午休呢。是姐夫吗？秋儿，让姐夫进来吧。姐夫，昨晚我写完那2首诗，就回去休息了，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了。二小姐，您昨晚自己一个人睡得可好？微末昨天一个人睡得也很好。塞上秋风鼓角，承言落日惊起。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，为谁甜？姐夫，长公主要是看了你写的这些诗，肯定会把你抓起来，天天给她写诗的。二小姐，跟昨天一样，把这些诗给夫人一并送过去。我这就叫秋儿送过去。秋儿，姐夫，这些已经足够了。我接下来写的诗，才是真正献给长公主的诗。到时候宴会上，你亲自交给长公主，在那之前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姐夫，怎么了？到时候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弟弟，娘亲，今天好热闹啊！咱墨城4大家族的人都来了呢。那是自然，长公主功高盖世，又是当今大炎皇帝的皇姐，手握重兵，权倾朝野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巴结她。不过你一向喜静，今天竟然非要跟着前来，倒是反常的很。是啊，微末，你一向体弱，何必要自己来一趟？待会儿要是晕倒了，没关系的，娘亲。姐夫嘱咐过微末，一定要把这些诗词亲手送给长公主。几首诗词而已，还要让你亲自呈上？那臭小子又在搞什么鬼？走吧。锦南兄，好久不见呐！文正兄，你可来了。延年兄和宋普兄已经等候你许久了，里边请。好，请。是啊。哟，如月，你来啦！你家那姑爷怎么没跟你一块儿过来呀？我还以为他会在宴会上给长公主作诗呢。巧香，你忘了，如月家的姑爷是个赘婿，入赘之婿难登大雅之堂。可不是嘛！长公主的庆功宴，岂是一个赘婿有资格踏入的？都怪我多问，是我多嘴了。好了，你们都少说几句。如月，快坐。是啊，如月，快坐吧，位置都给你留好了。长公主到。
参见长公主。长公主，您请上座。都坐下吧。谢长公主。长公主，今日在下邀请了诸多宾客来为长公主接风洗尘，顺便为庆祝长公主此战大胜，大伙都为长公主准备了一些小礼物，聊表心意，还请长公主看一看。宋府拜见长公主。这次长公主在边境抵御敌军，大获全胜，不止扬我国威，还护我大衍子民。为感念长公主功绩，我宋府特送上一副强弓以及一幅画卷。此画上诗词皆是犬子征明为长公主所作，希望长公主喜欢。来人！文采不错，好诗，好词。谢长公主夸奖。这份礼物，下官送给长公主。这个时候，宴会应该开始了。小蝶，备车。公子，你是要去哪儿啊？去公主府。大戏要开场了。长公主，妾身也有礼物相送。恭贺长公主。下官送给长公主的是由小女为长公主所做的诗词书画。礼就免了。多谢长公主。长公主，秦家二千金在我们墨城素有才女之称，虽然身子柔弱，却能写绘画，多才多艺。今日这送给长公主的诗词，想必也是极好。不如让秦家二千金展开来念上几首，让大家平息平息，也可以让长公主指导一下，不是？也好，那就念2首吧，指导就不必。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胭脂凝夜紫。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重鼓寒声不起。报君皇军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这首诗是你自己所做的？是小女所写。他说谎！长公主，这首诗不是他所作的。确实，这首诗我前几日在哪里听过。啊，我也记起来了，好像是宋家公子所作。我儿回去之后还念了好几遍呢。再念下一首。是，长公主。黄金错刀白玉妆，夜穿窗飞出光芒。楚虽三户能亡秦，岂有堂堂大言空无人。这首诗也是你自己所做的？是。长公主，他说谎，这2首诗皆是犬子宋征明所作。这首诗我前2天也听过，的确是那宋家才子所作啊。唉，真没想到这秦家小姐看着柔柔弱弱，令人生怜，没想到竟如此不要脸，偷窃他人诗词不说，竟然还敢在长公主面前大放厥词，说是自己所作。孙巧香，你说是你儿子所作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再念。塞上秋风鼓角，城头落日旌旗。归期犹及柳依依，春归月，
红袖不须提。长公主，这首诗也是我儿所作。再念：堂上谋臣帷幄，边头猛将干戈。天时地利与人和，焉可伐虞？再念：此日楼台鼎鼎，他时剑履山河。再念：大风起兮云飞扬，会家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偷窃呀！竟然真的全部是偷窃呀！这诗我之前都听过，这确实是宋家宋大公子所作。哎呀，真是可恶！竟然在长公主的庆功宴上用偷来的诗词当面欺骗长公主，秦家这是大逆不道啊！秦文正，你秦家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用抄来的诗词来戏弄长公主，你可知罪？长公主，真冤枉啊！我们冤枉啊！冤枉！人证物证皆在，你还敢狡辩？长公主、江城主，秦家千金抄袭我儿诗作，欺瞒戏弄长公主，大逆不道，理应问斩。秦家知情不言，居心叵测，应当一并处理，抄家流放，以儆效尤。来人，将秦家人一并押入大牢。是。住手！姐夫，秦州，女婿，姐夫，你来了。帷幄，辛苦你了，接下来的交给我吧。是你？你真是好大的狗胆！长公主的庆功宴也是你一个卑微的赘婿可以入席的。长公主，此人是秦家的赘婿，您玉体金躯，何等的尊贵！这秦家人居然让一个下贱的赘婿入席，真是有辱名声啊！不错，长公主，秦家人抄袭我儿诗词，欺骗长公主您在先，而今又纵容这一卑贱赘婿闯入宴会，实在是用心险恶。明显没把长公主放在眼里，请长公主下令将秦家人满门抄斩，以正法纪。我一个赘婿闯入宴会，便要满门抄斩。那我想问问宋家主、宋夫人，若你们宋家谋逆造反，是不是当诛灭九族？放肆！卑贱赘婿，岂敢胡言！长公主，这赘婿信口胡诌，诬陷忠良，还请长公主严惩。你们宋家写反诗、造反词，不是谋逆又是什么？什么？啊，反诗？这秦家女婿到底瞎说还是确有其事啊？这小子又想搞什么？不行，不能让他坏了计划。洛清舟，你伙同秦家冒犯长公主，还不跪下认罪？岂敢在这胡言，乱生是非！江城主，你不必给我面子，这个庶子罪无可恕，直接把他给抓了。动手！慢着，你就是秦家大小姐招的赘婿，草民正是。你可知诬陷谋反是何罪名？草民知道，但草民更知为大言除奸是大言亿万子民的义务。那我问你，你说宋家谋逆可有证据？当然有。这个便是证据。长公主明鉴，这画卷上的诗词全是我儿专门为长公主所作，怎么可能是我宋家谋逆的证据？定是这赘婿诬告。老爷，让他说，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。我就不信了，这小子能有通天的本事，将白的描成黑的。宋夫人，这可是你让我说的。想必殿下刚才都听到了，秦二小姐和宋家公子献上的诗，虽然大致相同，但其中几首绝对有偏差。
比如这一首，二小姐的是城头落日惊奇，先生已动辽西；而宋家公子的是城沿落日惊奇，先生将动王西。长公主明鉴，这秦家小姐抄袭我儿的诗作，故意换了几个字。宋夫人莫急，且听我说完。将这2首诗中不同的字拿出来，二小姐的是头、夷、辽，而宋家公子的是沿、江、王。头夷辽，沿江王，大沿江王。长公主明鉴，我宋家对大沿忠心耿耿，对长公主忠心耿耿啊，绝不会故意做出这样的反诗的。巧合，一定是巧合。是吗，宋家主？那这第2首呢？二小姐的是鞭头猛将干戈，他时剑履山川；而宋家公子的是鞭沿猛将干戈，他时壁垒王川。这2首诗中不同的字，分别是沿、壁、王。说这第1首是巧合，那这第2首呢？沿、壁、王，大沿、壁王。第1首是沿江王，第2首是沿壁王，这莫非这宋家当真有谋反之意？啊！长公主明鉴，巧合，一定是巧合。是吗？那这第3首呢？宋家公子和二小姐的诗中依旧有3个字不同，分别是半卷沿旗临易水的沿，暴君将军台上义的将，提携玉龙卫君王的王。这3个字连起来，宋家主不妨念上一遍。我沿、江、王，这次倒是连装都不装了。巧合，长公主，这真的是巧合呀！殿下，一连3首反诗，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？况且在座的懂诗的大人应该不少，将这些诗多念几遍，不难发现，二小姐的诗押韵圆润，用词用字都恰到好处，而宋家公子的诗，其他的都没问题，恰偏那几个字极为突兀，这完全是刻意为之，绝非巧合。好一个沿江王，沿壁王！我泱泱大炎帝国，岂会因你几句反诗，就真的将王、壁王？来人，将宋府和在场宋家所有反贼一并拿下，还有，立即出发去墨城，把宋家所有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全部打入死牢。宋家家产全部查抄，待我禀明圣上，他日必将宋家一众反贼满门抄斩。长公主，城主大人，别我的！这反诗是成国府大夫人跟民妇的，他逼民妇呈给长公主，他想要除掉他们的庶子，灭了秦府。是他！这反诗是成国府所做。孙巧香，你胡说八道，你污蔑，你疯狗乱咬人！长公主明鉴，民妇根本就没有给过他那些诗词，更没有写过那些反诗。民妇若有谎言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王爷，你放屁！明明就是你给我的，这些反诗就是你写的，你写的！你想一石二鸟，想要害死宋家，害死秦家，你好歹动点心啊你！长公主明鉴，民妇根本就没有见过宋夫人，民妇也根本就不会写诗，是他污蔑，是这个贱人污蔑！狗有狗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泼妇，长公主面前你竟敢如此放肆，说是说非，长公主自有决定，求你在这里聒噪。把骆家夫人带入牢里，待我明日亲自审查。老爷，延年兄，现在本城主要去你成国府查抄所有诗词书画，你可有意见？江城主，你尽管搜查，骆某对大言、对圣上、对长公主一片忠心，日月可见。家中若有反诗罪者，骆某
立即引颈受戮，不许他人动手。好，张武，现在立刻带人去成国府搜查。是。带走。冤枉！我们冤枉啊！我们冤枉啊！走。张公主，您看卑职这样处理是否妥当？都起来吧，各家礼物都献完了吧？今天这场宴会就这样吧。可宴席已备好，不如……我累了。啊，长公主。长公主，秦家光揭露宋家谋反了，还没来得及给您献礼呢。我们献过了刚刚那些事。我妹妹王云如此精密谋划，还是着了秦家的道。这该死的秦家害我妹妹这么惨，我今天也不会让他们好过。这王伦不愧是跟王云是兄妹，果然一丘之貉，一样的阴险歹毒。怎么，秦大人没有准备给长公主的贺礼？还是说那份跟反诗有8分类似的诗词，就是你们的贺礼了？让王大人失望了，我们秦家还有礼物。长公主，岳父大人来的匆忙，忘带了贺礼，所以我便冒昧前来，只为带秦家为长公主献上贺礼。这便是我们秦家的贺礼。以本未写完的故事，还请长公主过目。什么故事啊？名叫《三国演义》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话说这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秦家这份礼物，本公主很喜欢。能让长公主欢喜，是我秦家的福分。不过，如此气势磅礴的文章，也是二小姐所作吗？长公主目光如炬，不瞒您说，这些诗词和文章都是出自我姐夫之手。只不过碍于他的身份，所以他把这些诗词给微墨，让微墨献给长公主。诗是好诗，文章也是好文章。墨城这等偏僻之地，难得出了你这样的人才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出身何处？儿子，长公主问你话呢，赶紧如实回答呀！这个不要脸的老狗，抢风头的时候倒是知道青州是自己儿子了。回长公主，草名落青州，出自墨城秦家。这骆公子不是骆家的三公子吗？怎么说是出自秦家呀？你们忘了，骆家早就把他弄到秦家了。如今的他自称秦家，倒也不错。也是，不过这骆家真是有眼无珠。骆公子才华横溢，日后必定是飞黄腾达。现在看来，倒是便宜了秦家。这小子还算有良心，没白疼。我大言认人为才，1个月后便是科举考试，我会关注你的。若是你能科举高中，我自会请奏圣上，重用于你。至于秦家能为我大言培养此等人才，他日自会一并封赏。多谢长公主。时候不早了，开宴吧。是，长公主。开宴。走，青州，上车回府。岳父大人，您跟岳母大人和二小姐坐车吧，我走回去。哎，那怎么行？今天不止为我秦家长了脸，还帮我秦家报了仇。这马车你不坐，还有谁坐？哎呀，我来坐吧。你要是不坐，今天我这个老丈人就背女婿回府。别，岳父大人，岳父大人，晚辈坐就是了。哎，走，上车，走。
子，好消息！刚才看到有大队甲士从城主府出来，一定是夫人计谋得逞，秦家人抄袭诗词一事败露，触怒了长公主。城主派去抓秦家人的。哈，当真？是的，亲眼所见，惹怒了长公主，秦家就算不满门抄斩，最差也是流放3000里。二公子，那秦家完了，庶子也完了。让那种野种活到现在也是便宜他了。继续打探消息，看看那庶子是杀头还是被流放。若是被流放的话，中途派几个杀手把人给解决了。是，二公子。到公子怀里来。今晚公子高兴，陪公子喝酒，不醉不休。大胆！什么人？敢夜闯洛国府扰本公子雅兴，不想活了吗？二公子是吧？洛国府涉嫌谋逆，贵府夫人王氏现已被关入狱，我等奉城主之命要来搜查，若遇反抗，格杀勿论。搜！二公子，不好了！二公子，城主府的甲士冲咱们来了！用你说，我不傻！你这个蠢货！你刚才不是说他们去查抄秦家吗？为何查抄的是我洛家？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是说，今晚庆功宴上所有的一切，都是青州的谋划？是啊，爹，姐夫早就知道咱们府中有奸细，而且也知道他写给长公主的诗词会被奸细偷走，所以呢，他就将计就计，把那些错误的诗词让奸细偷走，然后再给魏墨正确的。于是就有了今天庆功宴上的这出大戏。怎么样，爹，姐夫厉害吧？当真好谋略。一点小聪明而已，岳父大人见笑了。娘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好，阴险。宋家人确实阴险呢。岳父大人，岳母大人，时间不早了，青州就不多打扰了。累了一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明日家宴，你二叔三叔都会来，到时候你也过来，正好见见你二叔三叔。是，岳父大人。那魏墨也告辞了。你给我回来！娘，魏墨也累了，想回去休息。你是想回房间休息吗？我都不想揭穿你。我看你啊，要被那小子把魂儿都给勾走了。我要是不看着你，看着秦家，那总有一天啊，这秦家上下都要被那小子连锅带灶的给全都端走了。以后不准你跟那小子单独相处。娘亲，不准！二叔、三叔，这个就是我姐夫。青州见过二叔，见过三叔。好，好啊！侄女婿，快坐，到三叔这边来。三叔，青州站着就行。哎，这大功臣哪能站着？宋家跟咱秦家世代不和，明争暗斗了近100年。当年咱们父亲暴毙，跟宋家肯定脱不了干系。兄弟3人这几年用尽手段，都奈何不了他们。没想到竟被侄女婿几句诗词就给搞垮了。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，现在看来倒是三叔我浅薄了。只可惜最终还是没能抓到成国府谋反的证据。听说王氏这会儿已经被放出来了。老三，这回你倒是夸起来了。当初骆家说把青州入赘咱秦家的时候，你可是头一个反对的。二哥，说这干啥？大哥，青州为咱秦家立了那么大功，你可得重重赏赐。那是自然。青州，说想要什么奖励？还想给这混小子奖励？你2个女儿都快被他给霍霍完了，还准备奖励他什么？难不成把那老三家的那个千金也想给他祸害？岳父大人，青州本来就是秦国府人，
为秦国府做事是应当的，不需要什么奖励。爹爹，姐夫是自己人，不用奖励的。如果一定要奖励的话，就让微墨奖励姐夫吧。这个死丫头在胡说什么？大哥，我倒是觉得微墨跟青州也挺般配的，倒不如你把微墨也许给青州算了。胡闹吗？这是。嫂子，这男人嘛，3妻4妾正常，姐妹共侍一夫也不少见。况且侄女婿才学过人，又得长公主赏识，日后科举高中状元指日可待。唯一的不足啊，就是不懂武学。以后我亲自教他习武，到时候青州文武全才，必成大器呀！啊，那也不行。哎，嫂子，你要是舍不得微墨，我可就将我家嫣儿许给青州了。我家嫣儿自从得知那首“两情若是久长时”，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词是青州所作，可是对她迷恋得很呐。不行不行，那个，姐夫现在还在备考，不能分心。哈哈，也是，那就等青州状元高中，我再将嫣儿许配给他。青州，你看可好？这……好了好了，别胡闹了。大哥，青州，你先回去读书吧，全心备考。待会儿会差人将饭菜送至你房中。是。这次多亏了我修炼神魂成功，方才识破他们的阴谋，否则被满门抄斩的就不是宋家，而是我们秦家。王氏母子恨我入骨，这次害我不成，肯定还会有下次。我得抓紧提升实力，变得更强才是。书中记载，神魂若想变强，应当时常出窍，沐浴日月精华。今日满月，月华之力浓郁，倒是修炼神魂的绝佳时间。奇怪，那边怎么回事？好浓的血腥之气！公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不要急，慢慢说。公子，我刚得到消息，三爷府中出事了，全部都死了。齐老爷已经带着人过去了。全部？说清楚，到底多少人？那奴婢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三爷和三夫人，还有嫣儿小姐以及几位堂公子全都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三爷和嫣儿小姐都死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明明中午还一起吃饭，到了晚上竟然满门被杀。这究竟是谁干的？是针对三叔一家，还是整个秦氏家族？如果是后者，那整个秦国府都不安全了，说不定很快就会杀到这里。公子，你别吓小蝶啊！姑爷，夫人让我带你去大厅暂避，那边护卫众多，大小姐跟二小姐都已经过去了。好，小蝶，我们一起过去。姐夫，你来了！三叔一家连带丫鬟和下人50多口人都被杀了。我听说了，对方针对的可能不仅仅是三叔一家人，或许包括整个秦国府。最近这几日，大家都注意点。岳父大人呢？还没回来吗？娘亲，
你和你姐姐在这里待着，我去外面看看你父亲什么时候回来。放心，我有护卫跟着，没事的。夏蝉，你过去跟着夫人注意这点那2个护卫。相信我，这里有我。婵婵，听姑爷的吧。姑爷，你别说话，一会儿都靠近我。杀戮要开始了，去死吧！夏蝉，快，里面！没事，夫人，刚刚不知道哪来一阵风，把灯都吹灭了。没事，阎王爷说谎骗鬼呢你，这也叫没事？百灵，这些都是你干的。蒹葭在外面带回来的2个小丫鬟，果然都不简单。夏蝉冷若冰霜，一剑封喉，就连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百灵也深藏不露。夫人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难不成还是这臭小子？娘，真的是姐夫救了我们。刚才你走了之后，蜡烛突然都熄灭了。这3个嬷嬷是杀手，就是现在！现在已经被打死了2个，还剩下1个，身负重伤，估计也快不行了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这个小子一个人连杀了3个刺客。他不是一个书生吗？娘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姐夫很厉害的。得了吧，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没被吓得尿裤子，我就高看他了。他还有本事杀人？臭丫头，都到什么时候了，还许你老娘开心？今天晚上能活得下来啊，还得多亏你姐姐带回来的百灵和夏蝉吧，不然娘俩呀，下去都陪你3叔喽。孙母，你在我们秦家10几年了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秦家？夫人，都是奴婢的错，你就杀了我吧，给奴婢一个痛快。刚才从黑暗中出来出手杀我的人，真的是你，好狠！老师真是瞎了眼，竟没看出你是武者。你到底怎么提前发现我们的？我们刚吹灭蜡烛和油灯，还没来得及动手，你就窜出来一拳一个，而且我们还分散在各处。老身真是纳闷，你可以跟我说一下，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？你让老身死得瞑目一些。嬷嬷，你这人好奇怪啊！你是我们秦家的叛徒，我为什么要让你死得瞑目呀？你当我傻呀？秦家3爷那里也是你们干的？告诉我，为什么？到底是谁指使你们的？只要你老实交代，我可以看在你伺候我多年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个痛快。宋家对我有恩，我就是死也绝不会告诉是逃出来的宋家二爷让我们做的。他说是宋家，我没说。对，是宋家。你说是宋家，那便是宋家吧，反正老身也活不了了，你就随便说吧。宋家背叛谋逆，被关押抄家，难道还有人逃出来？说，逃出来几十个人，50个还是100个？1000个，10000个。宋如月，你就猜吧，你就是猜到死，也绝不会猜到逃出来的有23个人。
他说逃出来23人。你怎么会？23个，他说了。夫人，我猜的。用你猜？一边带着去，别耽误我审讯犯人。说，宋家逃犯藏在哪里？你为什么背叛我们秦家？是因为钱，还是因为别的？杀我的那2个护卫，也是宋家派人指使的。不说是吧？不说，还是不说是吧？说还是不说？呸！宋如月，你个小浪蹄子，自恋臭美，自私自利，势利眼，虚伪。你已经是30岁的老女人了，还天天装嫩装少女，你简直是恶心至极！我29，说29，你说呀你！是宋家，宋家一共逃出来23人，都藏在郊区破烂的暗道里面。今晚三叔将被灭口，就是他们家破人亡，买通了婢女护卫，不顾一切的想要报复我们秦家。我想，除了宋家，应该还有其他人，不然宋家不可能逃出来。还有二小姐，他们觉得你是秦家的智囊和最重要的，比你爹爹和娘亲还要重要。所以，如果他们今晚动手，会先杀了你。他们真笨，他们注定会失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秦府的智囊团和最重要的人，不是我，而是姐夫你。夫人，老爷回来了，还说暂时已经没事了，让大家都回房休息。好，带我去见老爷。至于其他人，都先回房休息。至于孙某某，把他关起来，笼子里的肥鸭，早晚我要杀了。哼！走。姐姐，姐夫，那微墨就先走了。好，好好休息。大小姐，需要我送你回去吗？你会读心？他竟然看出来了！都说我这娘子痴傻，现在看来，只怕他才是这秦府中最聪明的人。今天谢谢你，以后有时间多陪陪微墨，他很喜欢你。大小姐，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，洞房那晚的人是你吗？大小姐。姑爷，你若再上前缠缠手中的剑，就要认不得姑爷了。武生有5大境界，这几日刻苦训练，日夜用灵液温养，连破炼皮、炼肉、炼金、炼骨4大境界，而今已经到达炼藏大成之境，距离成为武师只剩下1步之遥。而且靠着武功秘籍的玄妙以及神魂之力加持，越阶而战，于我而言并非难事，但对付成国府还不够。王氏若玉，等着吧，待我练成武师之日，便是你们血债血偿之时。公子，公子，对不起，奴婢不知道您在沐浴。没关系，你又不是没见过。说吧，什么事？难道是屠杀三叔一家的刺客抓到了？不是，夫人让姑爷去前厅见客，好像是陆玉公子和王管家到了。三弟来的正好啊！
二哥刚要去看望你呢。二哥有心了。秦家出的事，父亲他们都已经知道了。今晚还特意在府中设宴，要给秦大人和夫人压惊。还有上次反噬的事情，母亲呢也是被宋家人诬陷，趁这个机会正好去解释一下。好，母亲还特意嘱咐今晚家宴，要三弟和弟妹一块过去。我家青州忙着备考，只怕没什么时间参加什么宴会。哼，说起备考，差点忘了。来之前，母亲让我告诉你，科举考试是为国选才，程序严格。如果想要报考的话，得需要一些证明的文书。母亲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让你今晚去赴宴的时候再确认一下。这件事要是弄错了，后面报名可是要出大问题的。二哥放心，青州今晚会过去。好，那我们一家人也吃个团圆饭。好，二哥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那就慢走吧，不送了。放肆！你一个庶子，也配给二公子走？哎你！既然三弟不想留着二哥，那二哥就先回府等三弟了。这小杂种真是好大狗胆，竟然不把二公子放在眼里。不过他也蹦跶不了多久了，夫人已经跟宋家二爷商量好了，等今晚秦家一起赴宴，他们便开始行动。这次不只让这小杂种活不了，还有秦府上下所有人都得死。哼！王氏果然和宋家人有勾结，看来宋家那些余孽不能留了。青州，你想清楚了，你真要去成国府赴宴？那日庆功宴上，你蹙了洛爷年的眉头，只怕今晚洛家人不会给你好脸色。就是，你若不想去就不去。关于那些报名的文书，我和你岳父大人帮你拿回来。不用了，岳母大人，大夫人那里有些我母亲留下的证明，我想亲自拿回来。那好吧，去告诉金家一声，今晚你们夫妻一起过去吧。是。监家的性子越发冷了，恐怕呀，今天晚上他是不会去的。这个贱人，几日不见，胆子竟然这么大了。当初随便看他一眼，他就全身发抖，双腿发软，站不住。如今有了秦府做靠山，竟是不把我这个二公子放在眼里了。二公子息怒，今晚这杂种必死！哼，王叔，你与我娘亲做的那些事情，别以为我爹爹不知道，他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次你们最好是别露出马脚，否则估计就算是我娘亲也保不住你。公子放心，这次绝不会出错。为保万无一失，夫人还特意把表少爷叫过来了，那可是武师。今晚跟宋家人一起行动，保证杀了秦府片甲不留。哼，王照，看来这次娘亲是动真怒了。不过那王照是王家最看重的子弟，也是我娘亲最喜欢的侄儿。你们可要计划好了，别出了差错。是，公子。哼。姑爷来了，一月之期还未到，今日还不是跟小姐圆房的时候。今晚要去成国府赴宴，岳父大人让我过来叫大小姐一块去。去找微墨吧，让他陪你。夏蝉，你也一块去。是。去吧，好好对微墨。大小姐，昨天的问题。姑爷，您该离开了。弟弟，娘亲，微墨来了。你姐姐身体不适，今晚成国府家宴，你就替你姐姐过去吧。姐夫给我说了。那小子呢？姐夫说他要去给洛夫人准备礼物，晚点跟夏蝉一起过来。王氏害了他母亲，还给他买了礼物，这是糊涂了吧？好了，等
让这小辈儿注意点言行。青州毕竟是晚辈，给长辈准备礼物也是礼数。先上车吧。嗯。哎。夫人，秦家已经出发了。很奇怪，那小子和秦家大小姐都没来。没来吗？更好，告诉赵儿，秦家一个不留，尤其是那杂种与秦家大小姐，他们一死，玉儿的心结也便彻底解了，日后也就能安心修炼，备考科举了。是，夫人。这个虫子太多了，快咬死我了！不是去骆家赴宴吗？为什么来这里？还买这么多石灰和面粉？这去赴宴前得先准备礼物不是？我刚才神魂探查过了，门口有4人守着，里面藏着9个人。我们得先想办法将门口4个人悄无声息地干掉。婵婵，你有办法吗？人呢？4个都杀了。好狠的女子！秦文正的老狗已经去参加晚宴了，一会儿就动手。现在府中就只有秦家大小姐、管家以及3名护卫，还有成国府那名庶子以及一些丫鬟仆人。其中最棘手的是那名叫夏蝉的侍女。到时候我们从这里开始。好，到时候这个赘婿就交给我，等我杀了他，就找你们会合，然后咱们一起去对付那个叫夏蝉的侍女。怎么回事？外面什么呀？石灰还有面粉，大家快闭上眼，无路最后退！该死，为什么咱们困死在这儿？大家不要坐以待毙，都跟在我身后，一块儿冲过去！走，快走！婵婵，看好了，一会儿给你放个大炮仗。婵婵，跑！王赵表哥，别来无恙了。贱人，是你！这的爆炸是你干的！表哥，这可怪不了我这也是出于自卫，迫不得已。不过王氏那母子还真是下了血本，既然把你都派出来了，刚才那爆炸都没能杀你，想必你应该已经起码是5失境了。哼，既然知道，还不快跪下求死！婵婵，这个人交给我。你去处理另外2个，你行吗？男人不能说不行。一介书生还敢反抗，找死！该死的人是你！你是？怎么都爱问这个问题啊？我就是个书生，你们不是都知道吗？居然打死一个武士，这数字怎么会这么强？说，现在怎么办？所有人都死了，就剩咱俩了，跑吧！废话，我不能死啊！完事了，婵婵。咱们先去洗澡换衣，再去吃饭送礼。你一直盯着我干嘛？没见过书生杀人吗？刚才你让面粉爆炸的那一招叫什么？那个叫科学。亲家妹妹，
青州入赘过去后，没有闯什么祸端吧？他若是坏了规矩，你们不好管教，尽管对我说便是。我会替老爷，替他娘亲好好管教的。伯母，姐夫现在已经是我们秦家人了，如果他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们秦家自会管教，就不用您费心了。毕竟您跟姐夫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更不好管教了。况且姐夫来了我们家之后，处处都做得很好，没有一点做得不对的地方，我们夸奖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教训他呢？弟弟，娘亲，你们说微墨说的对不对啊？青州那孩子表现很好。对，青州很好，好的不得了。好，快把你这小姨子都给扒到碗里去了。你以为这卑微庶子入赘后也会遭秦家嫌弃？现在看来，这小杂种竟混得还不错，连这秦二小姐都维护了。微墨不愧有咱墨城第一才女的美誉，不止诗才过人，却也能言善辩。也不知道将来会便宜谁家的少爷。宋家妹妹，微墨应该也快到成亲的年纪了，不知道可有合适人选？若是没有的话，我这里倒有一位，那人与你们秦家门当户对，人不仅长得一表人才，还是个武者。你说王照吧？对，老爷，就是照儿。我那侄子是王家嫡子，前途远大，年纪轻轻便是武师境界。若是与微墨结成良缘，绝对是天造地设，令人羡慕的一对儿。娘亲这招好狠呐，让王照去屠杀秦家，又替王照求亲，让秦二小姐嫁给仇人，可谓杀人诛心啊。不用了，我们已经为微墨寻到人选，那人啊，可不比你的侄儿差，无论是长相啊，还是才华，我们家微墨都很满意。待他日科举高中，一定便与我们家微墨成亲。娘亲说的人难道是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同意入赘。我家微墨身子不好，我们是不可能把她嫁出去的。不过你家侄儿若是同意入赘我们秦家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这门亲事，只是不知你那侄儿愿意吗？我侄子赵儿乃王家嫡子，未来的爵位继承人，身份尊贵，怎么可能会入赘？宋如月这贱人说这话明显是在羞辱。不过你也得意不了太久了，这会儿赵儿估计已经在秦家杀疯了，到时候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老爷夫人，晚宴准备好了。好，那就开宴吧。娘亲，姐夫还没有来呢。一个赘婿不用管他，我们先吃，待会儿饭菜凉了。不着急，青州还没来，我们还是再等一下吧。好，那就再等等吧。等？你们就是等到天亮，他也不会来了。那小杂种这会儿怕是已经死在赵儿剑下了。我看咱们别等了，他肯定是不会来了。伯母为何如此确定？已死之人当然确定。这个点儿还没有到，肯定是不会来了。大夫人设的宴，晚辈岂敢不来？姐夫，姐夫，你来了。什么？这庶子没死？二哥怎么这么激动？难道二哥觉得三弟不该出现在这？我放肆！你这庶子，见到你哥为何不拜？还有，你明知道今日家宴，却无故来迟，让大家都等你个废物赘婿，你还真是好大的架子，还不跪下认错！伯母，微墨刚刚跟你说过了，今日我们受邀约前来是客人，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客人，未免也太不尊重我们秦家了吧？不错，青州现在是我秦家的人，犯错训斥也应当由我秦家来训斥，还轮不到洛夫人你。秦夫人、二小姐，没想到你们对我这个没娘的庶子这么看重，看样子贵府应该对我们成国府这个赘婿很满意。
当然满意，不只是我们秦府满意，就连长公主也满意的很呢。那日在庆功宴上，长公主亲口说了，待到我姐夫科举高中，就禀报陛下，必举以重任。说起来，我们秦家还得感谢陈伯父把姐夫让给了我们，到时候伯父和伯母可不要反悔。二小姐是在说笑吗？长公主怎么能看得上一个赘婿？这话乃是长公主在庆功宴上亲口所说，洛伯父也听到了。怎么，洛伯母你没听见吗？哦，我忘了，那天洛伯母你好像被抓走了。放肆！敢对我母亲不敬！二公子请息怒，魏墨只是在陈述事实罢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事，今天魏墨想要在这里告诉大家，我姐夫才华过世，已经是我的心上人。我娘亲已经同意，等我姐夫科举高中，就让微墨跟姐夫成亲。你说什么？你也要嫁给他？你这样可对得起你姐姐？这件事我姐姐已经同意了。怎么，我和姐姐一起伺候姐夫，跟二公子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么激动干嘛？秦二小姐真是好口舌，我家月儿只是关心自己的弟弟，随口多问了一句。秦二小姐没必要这般态度吧？伯母，相对于当初你们悔婚时的态度，微墨的态度已经很好了。你，好家伙，我这小爷子看起来柔柔弱弱，没想到也能这么霸气。好了，开饭吧。云年兄，这开饭之前把青州报名科举用到的一些文书，是不是先给我一下？毕竟这科举报名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应该的，没问题。王成，把东西给秦老爷送过去。多谢延年兄了，不过似乎少了一件东西。青州村里的出生凭证，劳烦也一并交给我吧。报名的时候没了它可不行啊。出生凭证？夫人，有那东西吗？老爷好像没有。秦大人，那出生凭证原本是在青州娘亲手里，不知道他是忘在村里了，还是丢哪里去了。入府之后并没有交给我们，我们这里确实没有。大夫人，我娘亲临终前跟我说过，那东西是被你拿走了。放肆！洛青州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说这话，莫非是在质疑我娘亲撒谎不成？我看你真是翅膀硬了。今日回门不给父母兄长带点礼物也就算了，还敢当面顶撞！二哥教训的是，既然二哥想要礼物，那青州就将礼物奉上，只求还回我母亲当年给我的出生证明。下禅，送礼。啊，你这是送的什么礼物？老爷，尸体。王成，去看看是谁的尸体。如果这个侍女杀的是我成国府里的人，今日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是，老爷。这啊，到底是谁呀？快说呀！表公子，哪个表公子？你快说！夫人，是王昭表公子。娘亲，欺人太甚！文正兄，如果今日你不给我一个交代的话，我成国府和王家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延年兄，这怕是误会吧？我侄子的尸体就摆在眼前，你还敢说是误会？老爷，秦家侍女杀我侄儿，你要为昭儿做主啊！来人，给我将那逆子拿下！秦家那侍女就地格杀！
罗素兰，格杀勿论！燕燕兄，这何至如此呢？这畜生大逆不道，敢指使他人杀王家嫡子，我夫人的亲侄儿，这样罪行我岂能容他？骆大人，您确定要为他报仇吗？我建议您先看看其他的尸体，再做定夺，免得让骆家满门抄斩。下禅。这是老爷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他们杀了赵儿，杀了我们赵儿啊！你让我怎么跟我的兄长交代啊？杀了这小贱人，杀了这些杀人凶手，我要替我的赵儿报仇！这个蠢妇，都被烧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能够看得出来？怎么可能是赵儿？你。宋冯，宋家的二爷。什么？宋府的第二子？3人都是宋家的逆贼，谋逆的要犯。城里城外到处都是他们的画像。燕燕兄，你应该都认识吧？认识，都认识。那这个呢？看起来好像不是宋家的人。燕燕兄，认识吗？不认识。那王夫人，你可曾认识？不认识。刚才还口口声声说是自己的侄儿王照，现在却又说不认识了。我抱歉，刚才是我管家和那人都认错了，确实没有王照。对，刚刚是我看错了。看来刚才都是误会了。大夫人，这些可都是宋家的逃犯，杀死有赏。刚才二哥怪罪青州赴宴没有带礼品，那我便借这些尸体作为礼品送给夫人。不知夫人和二哥意下如何？挺好的，把这些礼物就收下去吧。骆伯父，既然礼我们已经送到了，我看伯母和二公子也都挺满意，那就请伯父去找一下我姐夫的出生证明，说不定等会儿就找到了呢。你说对吧，骆伯父？啊，对，你带着人去找一下，府中都仔细找一遍。是，老爷。爹爹，在青州娘亲曾经做事的屋子里找到了。文正兄，东西都给你了，他以后就是你们秦府的人了，和我成国府再无任何关系。那就多谢延年兄了。骆伯父说的是，不过微末心里有一句话要送给骆伯父和骆家人。姐夫现在已经是我们秦家的人了，你们再也没有资格训斥他，再也没有资格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，把他当作下人一般对待。我这小姨子能处？微末这丫头究竟被那小子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竟如此袒护那小子？完了，这臭丫头算是彻底沦陷。时候不早了，开始吃饭吧。秦大人，恕不远送。好。哼，用你送？回去再说。你这蠢妇，我骆家早晚亡于你手！这蠢货，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不要沾上任何谋逆的犯人。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？长天在京都发展的很好，月儿也马上可考高中，我成国府会发展的越来越好。我毁在你的手里，你就是死10000次也难辞其罪。人头我处理掉了，你兄长那儿就别去了。如果他们任何人问你，就说没有见过王照，至于去了哪儿你也不知道。如果今晚的事情屋里任何一个人传出去，我就拿你试问。哼！
玉儿放心，娘亲向你保证，属于你的东西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夺走。只要你喜欢，只要你开心，娘可以付出一切代价，一切代价。哼，出生证明已经让他拿走了，他又有那个侍女保护，你还能怎么办？只能看他金榜题名，姐妹双收。夫人，夫人，二公子，大公子从京都来信了。上天垂怜我王云啊！孩儿落月，恭喜娘亲，将封诰命夫人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。册封圣旨10日后便到，传令下去，10日后我要大摆宴席，邀请墨城所有贵族来参加我的册封大典。是。玉儿放心，在这之前，洛清舟他必死。岳父大人，岳母大人，刚才青州擅作主张，用那些尸体换来娘亲的遗物，还请岳父大人、岳母大人恕罪。爹，这件事跟姐夫没有关系，都是微末的主意。你要罚，便罚微末吧。你是该罚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什么姐妹共侍一夫，这是一个女孩子该说出来的话吗？娘，我那不是想替姐夫出口气吗？那也不能牺牲自己的名节说出这等胡话。你以后还怎么嫁人？难不成你还真想便宜这小子？好了好了，微末也是逢场作戏，何必当真？青州，你也坐吧。那些尸体，咱们若强行带走，成国府的人必会拼命。况且，仅凭那王照的尸体，并不能说明成国府参与了宋家谋逆，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，换出生凭证。你的前途对我们秦家远比那些逆贼重要。爹，那你也不应该故意踩那些尸体吧？好脏的。爹爹那是心头舒畅，被成国府压了这么多年，今日可算是狠狠出了口恶气，忍不住了。你们是没看到那些人脸上的表情，特别是洛延年和他夫人，哎呀，那叫一个哑巴吃黄连，后槽牙都咬掉了，真是太解气了，太他妈爽了，爽的老子差点要当场脱裤子尿那些狗鸡巴玩意儿们一脸，爽！这老张似乎也不怎么正经啊。对了，夏蝉呢？也不知道夏蝉这姑娘是从哪儿找来这些宋家反贼的，不只为三弟报仇，还狠狠地抽了成国府的脸。这次多亏了她呀，得好好赏赐。爹爹，有没有可能这些人是姐夫找到的呢？姐夫其实很厉害的。就他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你还真敢给他揽功啊？你问问他，这功劳他自己敢认吗？估计说是我的功劳，我这丈母娘也不信，到时候还得费劲巴拉的跟他们解释。罢了，就让蝉蝉背这个锅吧。青州不敢，是夏蝉的功劳。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都先回去休息，此事明日再说。还有，宋家应该还有逃犯在外，你们这几日依旧不能放松警惕。是，岳父大人，青州先告退了。好，那微末也告辞了。姐夫，虽然你不承认，但是微末知道今天都是你的功劳，对不对？哎，老爷，你看看，当着我们的面勾肩搭背、窃窃私语，这成何体统？从孙嬷嬷那里得知，这次逃出来的宋家反贼有23人。今日我和夏蝉除掉了不过10几人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活着。
其中不乏武师境的强者。这次失败后，宋家的报复只会更加疯狂，还是得尽快提升实力才是。我的肉体刚刚晋升，短时间内只怕难以再次突破到武师境界。倒是神魂修炼可以试着突破一下，不过神魂虚幻，除了多出窍游荡之外，也不知如何能快速提升境界。先走一步看一步吧。神魂修炼者，先过去看看。什么？好恐怖的实力！仅仅一个回目，便令我如坠冰窖，竟然动不了分毫。完了，这次遇到大佬了。前辈，晚辈无意冒犯，只是修炼神魂，恰巧路过此地，还望前辈谅解。谢前辈，晚辈这就离去。你修炼神魂是为了长生吗？竟是个女子。不过听她这意思，看来我娘亲留下的那本书上面记载的是真的。神魂修炼到一定境界，可不死不灭，获得永生。在下修炼神魂，起初只是好奇，偶然间出窍。至于现在，晚辈并没有多想，只是希望能尽快变得更强。你也修不了长生，长生之道乃无情之道。当戒嗔、戒痴、戒恨、戒爱，抛却世间一切情欲。无情无欲吗？我那个冷若冰山的娘子，倒是适合修炼长生。所以前辈修炼神魂是为了长生吗？我也不知。晚辈可以陪前辈说说话吗？这等大佬，若能得他一点指点，于我而言，定是大造化。今生越悟境还不指日可待。我不会教你任何修炼之法。我去，他也能读心？虽然听前辈这么说有些失望，但相逢便是缘。即便前辈不教我任何修行之法，晚辈也该陪前辈说说话。你想说什么话？晚辈会讲故事，前辈爱听吗？什么故事？情情爱爱的故事？自然不是，前辈是修行之人，刚才又提到了长生之法，或许前辈爱听修行长生的故事。天庭地狱，神仙鬼怪，长生不死，前辈爱听吗？天庭地狱，神仙？你觉得这世间有天庭地狱，有神仙吗？或许有，但也可能不叫天庭地狱。待晚辈神魂突破至更高的境界，或许就能看到了。至于神仙，对于晚辈而言，前辈已经是神仙了。这马屁，不知道这位神魂前辈喜不喜欢？听你讲故事吧。好，海外有一国土，名曰傲来国，国近大海，海中有一座山，唤为花果山。花果山里有一个石猴，那石猴在山中，菩提祖师念道：月藏玉兔，日藏乌。怎么不讲了？前辈，晚辈家中还有娘子，不能夜不归宿，该回家了。娘子？那便回去吧。以后每3日来一次这里讲故事，我教你修炼之法。是，谢前辈。月藏玉兔，日藏乌。自有龟蛇相盘结，相盘结，性命坚，却能活里种金莲。这法诀似有玄机。也不知道昨天那位神魂大人究竟是何方神圣。
公子，成功府二夫人杨嫔找您。二夫人，您的脸。秦州，我没事，倒是你赶紧去你母亲的坟墓上看一看。昨晚我听到王氏咬牙切齿地说，他要派人去刨你娘亲的祖坟，还要请神婆用你娘的尸骨施展什么恶毒邪术，为他的侄儿报仇。什么？他敢！二夫人送走了吗？已经送走了。可是公子，您真的要去吗？大夫人肯定早早在坟墓旁边埋伏好了杀手，就等着您自投罗网。要不我去找秦老爷，让秦老爷派人保护您。不用了，因为宋家逃犯的事情，岳父大人这段时间本来就焦头烂额，我又怎敢麻烦他？这件事情我自己解决。可公子，放心吧，没有把握之前，我不会送死。而且我娘亲忌日将至，在这之前，他们应该还不会对我娘亲的坟墓动手。前辈，我不是让你3日后再来吗？你境界太低，神魂太弱，每日出窍，有损修为。前辈，我等不及了，我想尽快变强。为了什么？报仇吗？不只是报仇，我想保护我的亲人，我的娘子，以及所有我在乎的人。保护娘子，她应该对你很好吧？没有，相反，她不喜欢我，甚至可能还反感我，始终拒我于千里之外。可那又如何呢？她终归是我的娘子，我理应保护她，保护她的家人。况且，我很感激她。如果不是因为当初她不嫌弃我，愿意嫁给我这个庶子为妻，我也许也走不出曾经那地狱般的生活，更加没有办法遇到现在这些真正关心我的家人。家人吗？每日你都来吧，我会帮你的神魂达到御物境。是，谢前辈。讲故事吧，再讲一遍菩提祖师传给孙悟空的长生法诀。这神魂前辈为何特意听这段？难道前世传世4大名著之一的《西游记》中蕴含着神魂修炼、问道长生的法诀？好。话说那夜3更，悟空跪于榻下，听菩提祖师传长生之道，显密圆通真妙诀，悉修性命无他说，却来总是精气神，紧固牢藏修漏泄，修漏泄体中藏，如寿无传道自昌。再念一遍。显密圆通真妙诀，悉修性命无他说，却来总是精气神，紧固牢藏修漏泄，修漏泄体中藏，如寿无传道自昌。公子又要去后院竹林练拳吗？一个个的要你们有何用？种花都种不好，迟早要被你们气死。岳母大人这是怎么了？这几日火气这么大，谁又招惹他了？嘘，听说是成功府的大公子，保护皇上有功，皇上为表赏赐，下旨册封其母王氏为诰命夫人。明日就是册封大典，按规矩，墨城所有贵族都要前去道贺。怪不得
岳母大人跟王氏明争暗斗10几年，如今王氏册封诰命夫人，身份地位都压岳母大人一头，可见岳母大人心里不平衡。我就很疑惑，前几日王氏为何如此嚣张，失败了这么多次，依旧不知悔改，甚至还说要扒我娘亲坟墓。原来是如此。不过，也嚣张不了多久。待我神魂突破御物境界之时，便是和他母子俩算总账的时候。起开！不好好读书，瞎晃悠些什么？你看看人家儿子给自己母亲这个诰命夫人回来，我那2个女儿没什么指望。你有本事给我考个状元回来，也让我长长脸，省得受这份窝囊气。是，岳母大人，青州会尽力的。要突破了吗？神魂俱全，虚空明雾。前辈，我这是突破了。你已入御物境，日后便可意念控物。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神魂御物，杀人无形？时候不早了，回去陪你娘子吧。明日再来。前辈，晚辈明日应该是来不了了，况且日后可能都无法再来。为什么？要离开了吗？明日是我娘亲的忌日，晚辈要去祭奠，况且还有些恩怨，晚辈想在明晚一并了结。若还有幸活着回来，晚辈一定过来再给前辈讲故事。若来不了，晚辈应该是已经死于仇人之手了。前辈授业之恩，晚辈铭记于心。若明日一去不归，来世再来报答前辈的恩情。明日来还见。这怎么还不出来？不知道啊。微末，快点儿！今晚洛夫人册封大典，长公主亲自颁布圣旨，我们可不能去迟了。爹爹，姐夫呢？整天就知道找那小子。今日是你姐夫娘亲的忌日，去成国府难免触景生情。我和你娘亲商量，决定不让他去了。哦，快走吧。公子，夫人他们已经前往成国府赴宴了。你留在府里，好好守着。公子，就让小爹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我一人足矣。婵婵，你想去吗？大小姐说了，去不去由你。婵婵，不去吗？你实力强大，又是洛家二公子的心腹，前途无限。今夜何必亲自涉险，杀一个废物赘婿而已？我们这帮人还不是绰绰有余？是啊，还是不要轻敌的好。别忘了，你们宋家落到今日这田地，多数是拜他庶子所赐。确实，若不是这畜生揭发我宋家提反诗，我们又怎么会被满门抄斩，不将他挫骨扬灰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不过梅爷，我们都在这儿蹲守半个月了，他应该是不会来这儿了。我看，不如我们直接去秦府杀人吧。别急，今日是他娘的忌日，我相信他会来的。梅爷，还要等下去吗？
晚宴开始正是秦府空虚的时候，若是等到晚宴结束，我再去屠杀秦府，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好吧，不等了，现在就去秦府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先把他娘的坟给刨了，留下他娘的尸骨。他不来，咱们就将他娘的尸骨送给他。早该这样了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不好，有滴血！想逃，逃得了吗？梅爷，现在怎么办？对方杀人无形，只见其剑不见其人，难道是武道宗？宗师，老三爷，这是玉物境的神魂强者，该死！竟然有玉物境的神魂强者，这里怎么会有神魂强者？难道是那树子请来的？可他只是一个树子，他怎么会认识玉物境的神魂强者呢？不行，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。神魂难杀，必须找出本体。神魂玉物有距离限制，能预见杀人，本体必然就在这附近。找到了，去死吧！成功了！竟然是你！钱没了，结束了。一命换一命，你想死吗？我运气一向都很好，不是吗？饶命！饶命！想活命可以，我问你答。晨晨，帮我记下口供。你叫什么？是宋家人吗？宋正明，是宋家人。当初宋家因为谋逆被满门抄斩，都是谁帮助你们这些逆贼逃出来？还有秦氏三叔一家人全部被杀，是你们干的吗？有谁协助？延年兄，恭喜恭喜呀！文正兄，里边请。来，请。宋妹妹，你过来了。王家姐姐，恭喜恭喜啊！真是生了个好儿子，年纪轻轻的就把诰命夫人给你挣了回来，不像我家那些孩子，没一个有用的。哪里，都是圣上隆恩厚爱，长天也是尽忠职守罢了。哎呀，宋妹妹，圣旨还没颁布呢，你怎么就开始磕头了？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宋如月，以后我就是诰命夫人，你还拿什么跟我斗？等着吧，早晚会让你们全家给我的赵儿陪葬。娘亲，这是怎么了？老爷，宋家妹妹可能是太替我高兴了，一时激动，自己不小心给摔倒了。伯母，你是故意推我娘亲的，是不是？放肆！我娘亲那是皇上册封的诰命夫人，道德高尚，岂会做这种有损德行之事？如此构陷我娘亲，莫非是质疑圣上眼光？其心可诛！文墨，还不住口！罗夫人，抱歉，小女不懂事，胡说八道，您别跟小辈见人。文墨，还不快给你王伯母认错！伯母，对不起。微墨，不是伯母为难你，这道歉要有道歉的态度。跪下认错！
不然的话，我们禀报给长公主，说你们质疑圣上眼光，侮辱诰命夫人德行，要知后果是你秦家承担不起的。姐夫，若是你在，应该会保护我跟娘亲吧？伯母，微末错了。伯母，微末错了。起来吧，这以后出门在外要知礼法，懂尊卑，这也是咱们是亲家，要换做其他人，今日非赏你几个耳光不可。快起来！长公主到。恭迎长公主。都免礼吧。谢长公主。人都来齐了吧？回禀长公主，宾客已经到齐了。成国府夫人王氏，接旨。民妇王氏恭迎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成国府长子骆长天忠勇贯日，奋身护驾，诛逆戡乱，实乃家门训育至名校。其母王氏玉秀名门，秉心殊慎，训子成器，特封一品诰命夫人，赐金册宝印，凤冠霞帔，以家母德，望尔永保殊慎之风，勤勉治家，为天下妇人典范。布告朝野，贤使之文，钦此。夫人，这凤冠霞帔乃是圣上所赐，今夜是夫人最荣耀的时刻，您都戴上，以示皇恩。谢主隆恩，民妇感激涕零。不羡慕，我一点都不羡慕。姐夫，逆子！今天是册封大典，你要干什么？长公主在上，草民骆青州以7尺残躯状告骆家谋逆。什么？想你多年，你不知感恩，反要害骆家，这枉为人子！枉为人子？骆延年，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？我的母亲是因为被你强暴方才生下的我。我在骆家这么多年，受尽屈辱，你不管不问，甚至还纵容王氏毒杀我的生母。骆延年，你人面兽心，道貌岸然，也配称人父？你逆子！当着长公主的面，竟敢胡说八道！来人，让老公打死！住手！谁敢动我女婿？当着长公主的面，秦家，你们是在造反！你们要杀我姐夫，我爹爹只是喝退了你们的护院，怎么到了你们的嘴里就成了造反了？难道骆伯父你把自家当成了皇亲贵胄，把自己当成了当今陛下？只要忤逆你骆家、忤逆你骆伯父的人，都是造反谋逆了。长公主，臣子绝无此意，都是这个丫头牵强附会，胡说八道，请长公主明鉴。是长公主，定是他们秦家眼红我娘亲蒙受皇恩，故意设计陷害，他们罪该万死，还请长公主还我骆家一个公道。我记得你，那本《三国演义》便是你所写。你刚才说成国府谋逆，可是真的？回长公主，千真万确，草民人证物证俱全，皆可指证。
骆家谋逆，逆死！再胡言，就算今天有人护着你，我也要一掌毙了你！老爷，一掌打死这个逆子，就当从未生过这个忘恩负义的小畜生。退下！长公主，你别听这个畜生胡言！延年兄，稍安勿躁，长公主自有定夺。你说你有证据，拿出来。本公主此次留守墨城多日，就是奉了皇上旨意，专门留下处理宋家谋逆一案。你若能找到谋逆案的逃犯和共犯，自然是大功一件。若你只是信口雌黄，随意污蔑，纵使你满腹才华，本公主也绝不饶你。证据就是这个。这是，此乃宋家三家主宋岩谋逆的钦犯，在场的各位应该都认识他的画像，早已贴满墨城。而其他的也都是宋家的逃犯。江城主，这几只捉拿钦犯应该再清楚不过。确实，都是忤逆朝廷的在逃钦犯，但此人似乎不是。正是，因为他是成国府的护院之一，骆玉的贴身侍卫。没了他和那些逃犯混在一起，今晚准备刺杀秦府。你胡说！你污蔑！这个人我们成国府根本就不认识，陛下，他是故意栽赃陷害呀！是不是胡说？你问问你二儿子骆玉便知。二公子，你的贴身侍卫，你不会不认识吧？你们二人共同出入，就算你不认识，但这骆家上下的一众下人总会认识，墨城的百姓总会认识。另外，长公主，我这里有证人口供，可证明这梅姓长老是受成国府大夫人王氏所指，让他们与宋家逃犯混在一起，刺杀秦府，并且那些宋家的逃犯之所以能数次逃过官兵的追捕，也是因为王家、骆家的帮助。你就是宋家的嫡长子，造反时的宋征明。城主饶命！长公主饶命啊！都是骆家大夫人逼我们谋害秦家，梅老是他派来支援我们的，一切都是他支持的呀！污蔑！屈打成招，必须屈打成招，请长公主明鉴。是不是屈打成招？本公主今日亲自审问后，自能分辨。长公主殿下，还有一事，前些日子我们去成国府赴宴，姐夫带了几具参与宋家逃犯的尸体，献给骆伯父作为礼物，再去官府领赏。其中有一个尸体叫王兆，是王家人，也是王伯母的亲侄儿。兆儿，是我的兆儿啊！原来真的是他们把我的兆儿害死了！王云，你个贱人，你竟然还骗我，说你不知道我的兆儿去了哪里了！闭嘴！你个蠢妇，不是兆儿，跟我回去！好些个陆家人，不协叛逆，你们也配受皇恩？来人，地上的犯人和尸体全都带走，本公主亲自审问。还有，包围王家和骆家府邸，没有本公主的命符，这苍蝇我都想给我派出去！长公主，这骆夫人涉嫌谋逆，那她的诰命夫人……长公主殿下，在下以为还是先收回，免得后面证据确凿，失的可是皇上的荣誉。来人，收回凤冠霞帔。姐夫，女婿，姐夫，女婿，
青州，怎么样？姐夫，你终于醒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姐夫，你答应我，以后再也不要做危及生命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小蝶，你过来。老爷夫人，成亲之后，大小姐多久来一次？将近1个月没有来过了，倒是二小姐常来看望公子。当年的婚事，若给的是微末，不是千家就好了。岳父大人，岳母大人，你去快坐。青州，伤好些了吧？岳父大人，青州的伤已经好多了。以后这种危险的事情，还是要多带些人，别光带下单于。谢过岳父大人关心。青州，你为我秦家屡立大功，我跟你岳母商量，将你母亲的坟墓从乱葬岗迁到我们秦家祖坟陵园，那里有人日夜看护，不会再出现偷盗陵墓的事。还有一件事，是关于你的婚事。夫人，还是你说吧。女婿，结婚这么久了，你对蒹葭有何感觉？喜欢她吗？大小姐貌若天仙，人见人爱，青州自然喜欢。你少胡扯，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。夫人，我不知道，那我换一个问题，你是喜欢蒹葭，还是喜欢微末？岳母大人，这个问题可以等我考完以后再说吗？你喜欢谁都不敢说吗？你是怕我骂你，还是怕你老丈人打你？青州啊，你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喜欢谁就喜欢谁，还犹豫什么？还是说你喜欢谁都不知道？又或者说你两个都喜欢？青州，你尽管说，为父保证不会打死你。岳父大人，洛青州，回答我。岳母大人，不是青州不愿意回答，而是这两位，一位是我的妻子，另一位则是我的妻妹，我没有办法当着你们的面说喜欢谁或者不喜欢谁。当然，以我现在的身份，我也没资格说，所以还请让晚辈在科举过后再回答这个问题。你已经回答了，不是吗？微末听到一定会很开心的，但是作为他母亲，我没法高兴起来。好好备考吧，科举过后，我会安排你与蒹葭和离，给你与微末完婚。岳父大人，我没想跟大小姐和离。怎么，你想两个都要？啊，晚辈不敢。谅你也不敢。不过说起来，蒹葭那性子确实不适合为人妻，与其害了你们三个，倒不如成全你与微末。真是委屈了蒹葭了。唉，蒹葭那丫头，或许孤苦一生，才是她最好的结局啊！唉。前辈，您的剑。你先拿着吧。多谢前辈了。讲故事吧。前辈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晚辈心思繁多，想早点回去。有心事？算了，告诉前辈又何妨？反正我们素不相识，也不怕前辈笑话。是我那岳母大人，今日突然问我喜欢我娘子还是喜欢我妻妹，他那意思
应该是希望我在科举之后与我娘子和离，迎娶我七妹。你喜欢哪个？我不过蝼蚁之躯，苟全性命，于这乱世之中，有何资格谈喜欢？我只知道谁对我好，我便对谁好。谁对你好？除了我的岳父岳母，还有身边的丫鬟之外，便只有2个人对我好，一位是我的七妹，另一位便是前辈了。至于我的娘子，她从来没有主动跟我说过一句话，见面也甚少。我和她之间确实没关系，可是终究是因为她，我才走出那曾经地狱般的生活。若我状元高中，便舍弃她去迎娶我的七妹，我觉得亏欠于她。若前辈就是我的娘子，我应该就不会这么纠结了吧？为何？很简单啊，虽然我们肉体陌生，但是我们神魂相通啊，这何尝又不是一种默契？不像我和我的娘子，结婚1月有余，却见面很少，更别说沟通，甚至洞房那晚，她都是让别人代替的。或许我不该这么纠结，我只觉愧对于我娘子，可我那娘子应该巴不得休掉我吧。算了，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当务之急，我还是应该专心备考才是。前辈，晚辈今日就先走了。科举之前我都不会再来，待我状元高中之日再来与前辈相会，到时候定将西游奉上。神魂相通吗？青州，京都那边传来消息了，根据刑部重新核查，宋家除了那几首反诗以外，并无其他谋逆罪证，而且那几首反诗来历存疑。不过宋家因为那日当众承认了那几首反诗是他们所作，最终的结果依旧是满门抄斩。至于王家，因为家族子弟直接与宋家罪犯接触，家主王伦和族中重要的成员都被判刑处斩或流放，而成国府，参与者只是一个下人，所以并未判刑，只是罚洛延年俸禄5年，收回王室诰命夫人封赐，同时成国府长子洛长天被降1级。青州，当今圣上以仁治天下，不会因为区区几首反诗就灭了所有墨城大家族，更何况那洛延年还送了大量宝物，贿赂京都贵族宠臣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成国府那位长子同圣上的关系非同一般。你要清楚，权力能让宋家死，自然也能让洛家赢。你也不必气馁，来日方长，你娘亲的仇啊，总有一天会报的。岳父大人，我不会气馁。既然当今圣上不为我娘亲主持公道，那这个公道我自己讨。科举在即，青州先告退了。好。玉儿在读书啊。娘亲，大研的科举考试分为武科与文科2场，最后成绩由2场考试综合评判。3日后的文科考试与武科同样重要，万不可懈怠。我知道娘亲，孩儿这几日一直在用功读书，不过儿子文采有限，恐怕是比不过那数字。玉儿放心，娘亲早有安排，
保准让那庶子科举那天出不了秦家大门。姐夫，维莫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夫，明天就是文科考试了，这是我和娘亲亲手做的粽子，预祝你科举高中。替我谢过夫人。公子，二夫人来了。青州，明天你就要参加科举了。10年寒窗无人问，一朝成名天下知。你若是高中，你的娘亲也能含笑九泉了。当年我与你娘亲在陈国府相依为命，也算是姐妹情深。只是你娘亲没办法为你送考，就让杨毅来送吧。这是我亲手做的状元饼，还有及第粥，祝你状元及第。谢过二夫人了。不用客气，来，趁热把这粥喝了吧。姐夫，没事的，维莫。二夫人与我娘亲情同亲姐妹，她还能害我不成？二夫人，这粥我也喝了，东西我也留下，我还要看书，就不留您了。好，你安心读书，等你以后科考完了，我再来看你。好，走了。青州，杨毅对不起你母亲，更对不起你。可是我别无选择，我若是不来，王氏就要害死我的女儿。二公子，要入场了，快进去吧。王成，那庶子来了吗？哎呀，公子不用看了，他不会来了。谁说我不会来了？你，我什么我？没有毒死我，很失落。回去告诉大夫人，谢过他送的状元粥。姐夫，累不累啊？青州见过岳父大人、岳母大人。怎么样，能拿到文科第一吗？哎，能问这些干什么？青州刚考完，歇息一下才是，何必给他压力？就是，娘亲应该关心的是姐夫的身体，而不是成绩。我能不关心吗？这小子身子这么弱，就算练了1个月的拳，3日后的5科考试也拿不到好的成绩。若文科都拿不到第一，这小子就完了。娘亲，姐夫其实一点都不虚，强壮的很呢。强壮？你怎么知道？我……臭小子，你对我家维莫做了什么？我没有，我……公子，文科考试成绩出来了，您排第1名。二爷他们带着希儿要来给您道喜，但是被夫人拦下来了，说是怕影响你接下来的5科大比。我知道了。洛玉呢？排名第几？二公子文科排第10呢。我有前世的诗词文章为倚仗，拿到第1并不意外，倒是没想到洛玉还能排进前10。看来接下来的5科大比才是真正的重头戏。儿子，考得不错，闯进文科前10了。虽然没比上那个庶子，但5科大比时，娘亲会想办法让你与那庶子尽早遇到。到时候，你全力出手，将他斩杀。以你的实力，之后拿下5科第1毫无问题。到时候，状元之位自然就落于你手。
娘亲放心，只要我和他碰上，5颗大笔会将他挫骨扬灰。姐夫，微墨，岳父大人、岳母大人，你们身份尊贵，不在上面观战，怎么跑下面了？姐夫，今天是你最重要的考试，我一定要在下面给你加油打气。接着，一会儿我上去盯着他，免得他暗中使诈。至于你，也别有压力，尽力而为。历年5颗大笔，更有人重伤身死，成绩不重要，大不了下一次再来，保全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给你研究过了，你看，这些人当中最强的就是骆家的骆玉。不过呢，在前3轮遇不到他，再加上你的文科成绩，拿不了状元，也至少能拿个进士。时间已到，5颗笔斗现在开始。第1场，陈国府骆玉对战秦国府骆青州。什么？王云那个贱人指不定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怎么会这么巧？第1场就碰见骆玉。青州，要不放弃吧？骆玉应该是武师境，况且以骆家对你的恨，比斗时必然下死手。哼，还是听你岳父大人的吧，大不了呀，3年以后再考吧。虽然有些可惜，小命要紧。姐夫，要不……骆青州，三弟，你不是想为母报仇吗？今日我就站在这里，胆敢应战。青州，不可冲动，他是在故意激你。认输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岳父大人，其他时候我都可以退，但这一次，我宁死不退。青州，姐夫，骆青州，应战！这贱人果然上当。王氏为了你儿子科举夺魁，机关算尽，今日的5颗大笔，就让亲眼看看你最宠爱的儿子是如何死在我的手下。三弟，我还以为你不敢上来呢。多年恩怨，就让我们在此战做个了结，如何？正有此意。 5颗笔斗，点到为止。现在，笔斗开始。三弟，小心了！这小子竟然能在玉儿手下坚持这么久。成亲之前，我记得他还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这才短短几个月，怎么进步这么多？看来秦家人在他身上下了不少心血。快看，老爷，青州这拳法是你教的吗？没有啊，这骆玉是武师境界，青州一介书生，竟跟他斗到这般地步。看来这孩子身上应该也有他自己的机缘吧。三弟，你隐藏得够深呢。可是今日与你一战，真不知道你的修为已经达到如此地步。不过也该到此为止了。接下来便是你的死期——分雷拳。该死的是你，梅花拳法，梅花。 什么？竟然赢了！不可能！一个废书生怎么可能敌我？我不信！你找死！畜生！你敢！玉儿！玉儿，你坚持住，娘一定会救你
你的！玉儿，玉儿，玉儿，玉儿！不是，敢杀我儿，拿命来！快下！可长公主，我儿拳脚无眼，死伤难免。若是这个道理都不懂，你们骆家人日后也不必再参加科举。此战，秦家骆青周胜。哼！儿啊，是娘害了你，是娘害了你啊！这秦家赘婿还真是深藏不露啊！夫人！哎呦，这王氏也是活该，暗箱操作。本想着第一场杀了我们家青州，最后却技不如人，反被我家青州所杀。这叫啊，癞蛤蟆吞鱼钩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娘，害你的人已死，您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。岳父大人，岳母大人，青州，不必多礼。我们今天有事要跟你说。科举已经结束，你文科武斗皆是第一。明日进京面圣之后，便会被圣上钦点为金科状元。但在这之前，我跟你岳母商量着，让你把跟监家的事情先办了。监家那边已同意了，休书也已经备好，监家让你今天就去把字签了，你快去吧。这么迫不及待呢？果然在他心中，我骆青州只是个多余之人。青州全听岳父跟岳母大人安排。百灵，开门。夫人，小姐已经睡下了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来吧。百灵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大小姐，签字吧。金家，爹爹再问你一次，这件事你真的要想好吗？是啊，监家，你如果不同意，没有人会逼你，微末也不会怨你的。我和你爹爹永远都会支持你的任何决定。小姐，娘亲，我没有什么不愿意的。他和微末才是一对，就这样吧，让他签了吧。青州，签字吧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等你进京面圣归来，我们就为你和微末筹办婚事。你永远都是我们秦府的好女婿。这本书你怎么会有？难道大小姐你就是？结缘半载，终事不和，二心不同，难归一意。今日谨立休书一封，从此一别两宽，各自欢喜。大姑爷真是可怜，一个庶子出身，生母遭人毒杀，现在刚刚入赘不到半年，又要被休。一个大男人入赘本就屈辱，现在又要被休掉，怕是更没脸见人了。姑爷若无意见，
就请在和离书上签字吧。公子，大小姐貌若天仙，青州微末之躯，自知配不上大小姐，而今被休也是应当。但夫妻一场，青州心中有几个问题，还请大小姐解惑。问吧。第一问，这案台上的《西游记》从何而来？大小姐，还请你回答，这《西游记》究竟从何而来？是一位神魂前辈给你的吗？还是说，大小姐就是那位每晚与晚辈神魂相交的前辈高人？不是，不可能！这《西游记》我只与他一人讲过，除了他，别人都不会有。姑爷想多了，这《西游记》乃是数年前小姐在西域游方僧人手中买的，那时姑爷还不知在何处。你看看吧。难道真是我想多了，还是说他们在骗我？原来这本《西游记》是叫关西的和尚写的游记，看来真是我想多了。那第二问，这半年间与我数次同房之人究竟是谁？是你吗？姑爷，你和小姐和离之后，夫人应该会让你和二小姐成亲。当你跟二小姐同房之时，自然知晓。可姑爷，事已至此，又何必追问那么多？还是赶紧签字吧，免得耽误你另娶贤妻。当然，和离书签下之后，我和婵婵再也不是你的同房丫鬟了。先等一下，岳母大人。一会儿签完和离书之后，直接走吧。我秦府已经容不下你了。岳母大人，你这是？从京都传来消息，骆家长子骆长天已经联合朝中权贵上书皇上，构陷你岳父。陛下已经宣旨罢免我秦家的一切爵位，恐怕这日后啊，骆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而你满腹的才华，日后必能名扬天下。何必受我秦家的牵连？你与蒹葭和离完之后，也不用娶微末了，直接离开秦府，另谋前程。我先试探这小子一下，若他真敢说一个走字，我就让夏蝉斩掉他的腿。幸亏我能听见他人心声，不然这双腿怕是真保不住了。岳母大人，请恕青州无法从命。我是秦家人，秦家逢难，青州岂能离开？也不想离开。况且骆玉是被我所杀。秦家受我牵连，方有此难，所以岳母大人请放心，他日我必会为秦家讨回公道。到时候骆家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好，算我没白疼你。签字吧，等你殿试归来，被陛下钦点为金科状元，回来再让你和微末完婚。姐夫，不要！姐夫，不要！哎呀！你这孩子生着病的跑出来干嘛？娘亲，微末不想让姐夫签字。怎么，你不喜欢他？姐夫才华过人，这世间不会有女子不喜欢他。只是能不能等殿试之后再签和离书，这样微末就不用担心姐夫被人抢走了，也可以跟姐夫立刻成亲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这点？一旦签了和离书，这小子就是自由身了。万一到了京都跟哪家的王公贵女跑了，那我到手的金龟婿不就飞了？哎呦！微末说的对，等你殿试归来，再让你与蒹葭和离。二小姐，哎呀，这丫头还不跟娘亲回去歇着？姐夫，那微末就先回去了，你再跟姐姐多说说话。
既然和离书没签，今晚姑爷回去好好准备一下。准备什么？当然是和小姐同房了。当初成亲时，小姐许诺过1月同房1次，而今刚好1月期限已到，和离之前，小姐会跟姑爷同房最后一次，记得回去洗干净等着。小蝶，这一次你可不许偷听了。我睡了我这么多次，都不知道是谁，今晚最后一次，非得揭开你的庐山真面目。小蝶，我要你去准备50支蜡烛，50盏油灯，今晚把我房间每一个角落都点亮。还有，你今天哪也别去，晚上就在门口守着，听着。啊，可是公子，百灵姐姐不准我再偷听。你是听我的还是听百灵的？再不听话，小心我以后不让你暖床。是公子，我听你的。我就知道今晚你还会来这一出。不过之前我已经稀里糊涂被你睡了3次，这一次我还会着了你的道。小蝶，把门给我关好，别让他跑了。这次我要好好看看这数次跟我同房之人究竟是谁。是公子。逮着你了！岳母大人，怎么是您啊？这么惊讶干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是我？难道这数次跟我同房的真的是……完了，彻底完了！岳父大人要是知道，不得打死我呀！哼，什么洞房，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今天晚上我是来通知你，微末的病情加重，明天一早啊，全家陪同你去京都寻医，给微末看病。今天晚上收拾好，明早就出发。这墨城啊，终究是小地方，都是些庸医。这么多年啊，这微末的病一直不好，若再拖下去，切！看来丈母娘今晚过来，真的是来通知我这件事的。还好这是误会，不过没想到二小姐的病已经这么严重了。公子，你今晚还等不等大小姐？不等了，这么晚了，应该不来了。对了，你去收拾行李吧，明天陪我一起去京都。好的，公子。神魂修炼非朝夕之功，每日你都来吧，我会帮你的神魂达到御物境，顺便每晚给我讲故事。是，谢前辈。讲故事吧，再讲一遍菩提祖师传给孙悟空的长生法诀。虽然一直不知道那位神魂前辈的身份，但总归对我有授业之恩，助我修炼神魂。走之前还是去告别吧。神之精神来自神魂，精神壮，神魂强。神魂强可离体出窍，独自在天地间游荡，夜游、日游、御物，甚至附体。神魂若想出窍，当内视五脏，精神凝聚，从下向上，缓缓攀爬。你来了，前辈久等了。带上吧，一会儿有人要来。是前辈的朋友吗？
你徒弟？不是，那就是神魂相交的相好了。讲故事吧。讲故事？师姐，这难道就是你们每晚的调情方式吗？我倒是要听听你每晚上在听什么莺言燕语。讲，从头开始讲。上回我们讲到《西游记》的第7回，八卦炉中陶大圣，五行山下定心丸。今日我们讲第8回，我佛造经，传极乐，观音奉旨，上长安。我让你从头开始讲。试问禅官，参求无数，往往到头虚劳。这小子敢忤逆不？磨砖作镜，积雪为梁，迷了多少年少？毛吞大海，借纳须弥。不对，这故事是掺杂了长生修炼之法。难道这就是师姐最近境界大增的原因？佛为菩萨修行所经历的10个境界，即欢喜地、离垢地、发光地、善慧地、法阵地。今晚就到这里。哎，别啊，师姐，再让他讲一会儿。可以，那你拜他为师。你说什么？让我拜他为师？你也不怕折煞了他？随你，等他走了再讲。是，前辈。你们行，你狠。换个条件吧，除了这个，别的我都能答应。那你叫他哥哥吧。你，我宁死！回去陪你娘子吧。前辈，晚辈明日将举家前往京都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今晚特此来向前辈辞行，相识一场，能否告知晚辈您的名字？日后在现实中遇到，晚辈也好能认出前辈。月前辈。月姐姐，再见。哎呀，就等你们了，一会儿还要去码头坐船呢。哇，公子，这船好漂亮，船上的房间也大，小蝶还是第一次坐这么豪华的船呢。能不豪华吗？光是这趟船费啊，就花光老爷1年的俸禄。现在老爷爵位没了，坐吃山空，到了京都啊，这日子都不知道怎么过呢。不过为了安全，多花点钱总比坐那些鱼龙混杂的船要好。夫人放心，有姑爷在，咱们这一趟可能1文钱都不需要花哦。1文钱不需要花？听说这画舫主人貌美如花，这小子不会要去陪睡换钱吧？百灵，这话怎么说？刚刚我和婵婵路过1楼，里面好像正在举办什么诗会，听说诗会得了头名，船长可以答应我们一个要求。当真？哎呀，你去走，咱们去做会儿诗，把咱们的船费给赚回来，剩下的钱给微末看病。走。哎呀，小姐，咱们也去看看吧。您应该还没有见过姑爷作诗的样子吧？您要不知道，当初姑爷跟您成亲第2天，便做了《鹊桥仙》的词，连夫人都被迷住了呢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怎顾鹊桥归路？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可惜当时你没看到。小姐，等等我呀！真好，真好啊！
这位兄台，想必也是冲着花谷小姐来的吧？可惜来得晚些，我们大家已经将诗词都交上去了，就等着花谷小姐宣读名次了。花谷小姐，那边那位便是，他便是这画舫的主人，也是京城第一花魁，不知多少权倾人物为之倾慕。今晚的游船诗会也是他举办的。还没问兄台从哪里来？在下墨城人士。墨城，我听过墨城，你们那最近出了一位天才啊，他的一手鹊桥仙传遍了大江南北啊。有这么夸张吗？怎么没有啊？那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，人间无数，可是令多少才子佳女心神俱醉啊！我们那的太守千金上个月就曾喊话，若是这首词的作者是男子，无论多老，是否成亲，都愿意嫁给他。如果这首词是我写的，那该多好啊！这等才名，等我到时候到了京都，那青楼的头牌都得抢着侍奉我，只为求我给他们写一首好词。到时候啊，我就天天换青楼住，夜夜换新娘睡，一分钱都不用花，那叫一个美啊！哎，李兄，当心你这腰子！石路寻下死，做鬼也疯了。也许李兄就愿意死在女人身上呢。这个披着袈裟逛窑子，表面仁义，心里肮脏，这读书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切！姐夫，二小姐，好看吗？微墨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身子……娘亲，没事的，我就是想来看姐夫写诗，不过看来今天是没有机会了。花谷小姐到。各位客人，请安静一下。今晚的诗词比试以梅花为题，而今结果已出，获得头名的是白玉楼公子的咏梅。哎呦，这头名果然是他白玉楼啊！白玉楼很厉害吗？那是自然，白玉楼出身江南白家，是江南4大才子之一。很久之前呢，他的声名就已经远扬了。我听说啊，那好多青楼女子为了得到他一首词，愿意免费半年侍奉他。而且这白玉楼结交甚广，朝中也颇有人脉。他有一位挚友叫骆长天，骆大人。据说这骆大人是陛下身边的红人，此行来到墨城，就是为了帮助这骆长天骆大人来接他们的家眷，去到京城团聚的。你刚才说骆长天，这骆家人也在这船上？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哎呦，荆州，我看到骆家人了，若是被他们发现，定会发难。哎呀，你岳父爵位尽失，不复以前，要不然再避避吧。惹不起，咱们躲得起。白公子，您是今晚诗会头名，按约定，您可以提个要求，只要是花谷能力之内，定会完成。谢花谷小姐，白某确实有个不情之请。但说无妨，请花谷小姐即刻将那几人逐出画舫。看来今晚是走不掉了。懂朋友的胞弟，便是被他们所杀。我一介书生，无力杀贼，只能以诗词来替我的朋友讨个公道。白公子义薄云天，花谷理应支持。来人，将这几个行凶的歹人赶下船去。这一定是王云那个贱人的主意。现在把我们赶下船，分明想淹死我们。这好歹毒的毒妇，科举考试之日没撞死他，这斩草不除根，风吹又发芽。荆州，带他们走，我断后。还想走？骆青州，你这个贱种，杀我儿子，不将你挫骨扬灰，我王云誓不为人。还有秦家人，都要你们给我的儿子陪葬，还不快动手！等等，玉楼，还
还等什么？还不快让花果小姐动手！伯母，稍安勿躁，侄儿自有妙计。秦家的赘婿是吧？听闻你也颇有诗才，还中了状元，不知你有没有兴趣？今夜在这淮河画舫之上，来跟我比上一比。你若赢我，那今夜诗会头名便让于你；你若输了，那证明你这状元名不其实。我自会向长天兄奏明圣上，说你科举舞弊，革除你的功名。玉楼，你可不要糊涂，这小子作诗可是相当厉害啊！骆伯父，你们尽管放心，在京都论诗词，也没几个人能比得上我。更何况他这一个小小的赘婿，正好趁此机会，除了他的功名，让他身败名裂，也算是为长天兄报杀弟之仇。秦州，别理他，咱们能不能翻身，全靠你考取功名呢。你若这时候被割，咱就完了。公子，怎么不敢吗？娘亲，你就让姐夫去吧。既然白公子想玩，那我洛青州奉陪到底。好，还算你有几分胆识。今夜诗会是以梅花为题，我已做了一首咏梅，也可念给大家听。万木动玉折，孤根暖独回。前村深雪里，昨夜一枝开。风地幽香出，晴窥素燕来。明年如英绿，先发望春台。好，这首不错，好，此诗立意鲜明，可是难得一见的好诗啊！不愧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啊！就算往年的状元来了，都不一定有这种才华。难怪连花果小姐都为其折服，选其为诗会头名。骆兄弟，此情怕要栽在这儿了。秦家赘婿，到你了。哪有这么快？总得给人家一点时间吧。就是。不用，我已经想好一首，念与大家，也念与二小姐。这后生居然和白公子比试，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。就是，大小姐，姑爷要作诗了呢。词牌名《卜算子》，咏梅。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这词似乎不简单啊。洛兄，好气势啊！公子，可还有下句？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他在丛中笑。二小姐，这首词送你。愿二小姐如那梅花般，即使疾病缠身，即使悬崖百丈冰，依旧坚韧盛开，坚强面对人生。姐夫，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他在丛中笑。此诗谁写的？好像是个赘婿。继续盯着。好啊，真美！妙词，好词啊！老夫熟读诗书300首，却无一首如此大气磅礴，气吞山河。没想到啊，如此惊世之作，竟出自于赘婿之手，汗颜呐，汗颜呐！啊，花果小姐，此诗若不是头名，我等可甚是不服啊！不服！不服！这不算，诗词比试讲究临时起意。花果小姐关于梅花一题已经提出来数个时辰，你自然准备充分。就算做得出好诗，也算不得真本事。你又想怎样？我们再比试一场，现场作诗，还是花果小姐出题，一炷香的时间为限。可以，那就请花果小姐出题吧。今夜明月皎洁，良辰美景。这第2轮比试就以明月为题，诗词不限，各位公子都有一炷香的时间。梅儿，点香。是。不必了，
我已经想好了一手。哼，哗众取宠。我看这么短的时间，你这一次能做出什么好事来？玉楼，你可有把握？伯母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一次此子必输。小田，研墨，姐夫，让魏墨来吧。二小姐，没墨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姐夫，我现在就演。二小姐，请将此诗呈给花谷小姐。姐夫，你真不该入赘的。词牌名《水调歌头》。花里胡哨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虚头巴脑，哗众取宠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啸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这词儿是人写出来的？花谷姑娘，今晚的诗词会应该有个结果了吧？陆公子才学无双，刚才是花谷失礼了，多有得罪，还请公子海涵。花谷姑娘也是受小人挑拨，不怪你。多谢骆公子，我宣布，今晚诗词大会的头名是骆公子。好，不许然了！好，才啊！你喜欢他，真是诗仙下凡。公子可以提出任何要求，花谷都会满足，哪怕让花谷以身相许。这不公平！我家玉楼还没作诗呢。没错，花谷姑娘，你现在宣布结果，确实有失公允。是吗？那二位不妨问一下白公子，这首《水调歌头》一出，白公子还敢不敢再做？玉楼，快说话呀！告诉他们你做的事更好。玉楼，快把你心里想的事念出来，让他们看看眼。陆伯伯，别说了。为什么不说？玉楼，你可是京都4大才子之一，难道还能被这个卑贱的赘婿比下去了？快作诗吧！我作你妈的头啊！此词一出，谁还敢再做咏月诗？这两个蠢货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！怪不得把自家儿子坑死了。这咏月词，此词一出，于词尽废，相信白公子心知肚明。骆公子，胜负已分，您可以提要求了。多谢花谷小姐抬爱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请花谷小姐将他们几个即刻请下船。你逆子，你敢！好，
来人，将这些贼子和他们的同党给我扔出画舫。是。放肆！你们敢！我儿子是锦衣卫大统领，是陛下宠臣。扔！夫人小心！夫人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杀了他们，尤其是这个贱种，给我们的儿子报仇。骆大人，你应该知道这家画舫背后真正的主人是谁。你确定要动手吗？不用赶我们下船，等画舫靠岸，我和夫人自会下船。骆大人没听清吗？我说的是即刻下船。畜生，你敢！骆大人，愿赌服输，再闹下去，不堪的只会是你们。请吧。畜生，杀了我儿子骆玉，现在要赶我们下船，你敢！等到京城以后，就算我不杀你，我儿子长天也不会放过你。夫人，我们走。哎呀，老爷，这黑灯瞎火的，我们真的要跳船啊！就算淹不死，咱们也会被冻死。为什么不杀了他们？这样咱们就可以为……你泼妇，给我住嘴！你害死我！赶紧给我走！花果小姐，我扔出去。花果小姐，不要！花果小姐，花果小姐，我不会水呀！花果小姐，花果小姐！啊！姑爷，姑爷，百灵刚刚看见他们骆家人跳下船了，这么说他们只能游回京都了。这次多谢花果小姐。骆公子，您还有其他要求吗？有任何要求，花谷都可以满足你，包括让花谷以身相许。不行！花果小姐，青州已有妻室。也是，骆公子身边这么多俏丽少女，难怪看不上小女子。姑娘，骆公子，我家主人有请。主人？你不是这画舫的主人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家主人比我好看100倍，尊贵10000倍，请吧。主人，骆公子到了。骆公子，莫城一别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是？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这是《三国演义》的开篇诗，这便是我们秦家的贺礼。以本未写完的故事，还请长公主过目。什么故事啊？名叫《三国演义》。您是长公主，可您的相貌……之前骆公子所见，只是主人的替身而已。主人功高盖世，朝内外多少人想要夺取主人的性命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主人减少以真面目示人。青州微末之躯，何能得见长公主殿下真容？我们认识不长，却已相见3次。第一次，你将三国献于本宫；第二次，你科举夺魁，技惊四座。而今，在这运河画舫之上，公子一首《水调歌头》，令世上所有踊跃之词都黯然失色。公子大才之举世无双，又何必妄自菲薄？长公主谬赞了，其实那些诗词文章，并非草民所作，是我无意中从他人口中得知。公子如此谦虚，怎么
是怕本宫爱才，将你掳回本宫封国，为我所用吗？草民不敢。过来坐吧。本宫今夜叫你来，并无他意，只想与洛公子煮酒论三国。公子写的这部《三国演义》，虽然只有半部，但本宫读后心潮澎湃，只恨无人诉说。今日有缘在这画舫重聚，便想与洛公子畅谈一番，还望洛公子不吝赐教。殿下言重了。不知洛公子喜欢三国里的哪位人物？曹操、孙权，还是刘备？殿下为何只提这三人？这书中的其他人物生平不一样精彩。其他人或许也有亮点，但终究只是小人物，不足为提。在本宫眼里，只有像曹操、刘备、孙权这样三分天下的君王，才配被铭记、被提及。历史不也正是由这些君王所支配、创造？人活一世，也应当如他们一般，成就雄图霸业，创造属于自己的一段历史。殿下错了，如果三国是一段历史，那么不论是曹操、孙权，亦或是刘备，他们只是这段历史的执行者，而非历史的创造者。就算没有他们，也会有李操、王权、孙辈三分天下，去完成历史的使命。正所谓时势造英雄，便是如此。时势造英雄，不错。草民看来，这支配历史的人，并非是这些君王，而是百姓，是稻田里辛勤劳作的老农民，是官道上来往的商贾，是朝廷中禁言的官员，是孤灯下苦读的学子。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默默无闻，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法留下名字，但他们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。草民献此书，也是希望长公主能明白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只有以民为本，方成雄图大业，否则是非成败都只是转头空。夫人，姑爷一晚上没有出来，会不会已经失身了？他敢！哎呦！百灵，岳母大人，你们这是？微末让我来的。大小姐让我来看你的。长公主，草民先回去陪娘子。长公主，昨夜本宫说的事情，先生可以再考虑一下。若是改变主意，先生拿着本宫给你的玉佩，直接去宫中找我便可。是，长公主。如此大才，却不能为我所用。殿下，您若是想请洛公子为军师，咱们直接将他掳来便是。您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想必也不会有人敢说什么。他若是别人的夫君，本宫抢也就抢了，只可惜是他的。你昨晚真的只是和长公主聊天，没骗我们？是的，岳母大人。夏蝉，去姑爷的房间里检查一下，看看他有没有骗我。
如果他敢说瞎话，那就……娘亲，你就别再吓唬姐夫了。你这孩子呀，娘亲这是在帮你盯着他呀。昨天晚上你没瞧见吗？多少只狐狸精的眼睛盯着他。姐夫的魅力，微末早就知道了。我的姐夫人见人爱，不管哪个女孩子都会被姐夫诱惑到的呢。所以你呢？娘亲，微末早就沦陷了。你这孩子算是彻底完了，魂都被那小子勾走了。夫人，婵婵也沦陷了。什么？夏婵也……这臭小子才来我秦家多久？我秦府的女眷都快被他霍霍完了。小姐，二小姐，女儿又难受了吗？没事的，娘亲，微末早就已经习惯了。二小姐，关于你的病，我昨晚问了长公主，她说京都金禅寺有一高僧似乎治过这种病，等到了京都，我们陪你去。谢谢姐夫。公子，公子，外面的何公子和李公子想要拜访。何公子？难道是昨天与青州同桌，说要夜夜住青楼的那个浪荡子？告诉他们说不见。是夫人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别和那些狐朋狗友搞在一起，跟着黄鼠狼学偷鸡，一块白抹布掉地上，那就洗不清了。跟着他们学坏。是，岳母大人。听说这京城到处都是青楼，青州，你会不会去啊？这个，我当然。哎呀，我知道，蒹葭性子冷，不愿意别人亲近。婚后这段时间委屈你了，若不是微末身子弱，她代替她姐姐也并非不可以。娘亲，这有什么？你俩不是互相喜欢吗？早晚得成亲，也得睡一张床。哎，现在你身子弱，做不了什么。但你丈母娘呢，也不是什么迂腐顽固之人。如果你实在是忍不住，你可以找百灵，也可以找秋儿，就是不准去青楼。实在不行，我也有。夫人，夫人，秦州，京都城到了。公子，夫人说家里快没钱了，还要留着给二小姐看病呢，让我们先凑合着住，别嫌弃。不过小蝶已经很知足了，之前跟公子在洛家的时候，吃不饱穿不暖，住的房子四处漏风，还总是被人欺负。公子，公子，小蝶。的确，与以前相比，现在的日子也是天堂。去铺床吧。公子，床铺好了，你早些休息吧，明早还要陪二小姐看病呢。我看我说，你先睡吧。那好吧，小蝶先给你暖被窝，等暖热了你再睡。这小懒虫，到了京都就不能再给岳前辈讲故事了。现在岳前辈应该一个人凄凄冷冷的站在鸳鸯楼上想事情了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孤单难过。不想了，先修炼神魂吧，顺便探查一下京都的情况。京都之地卧虎藏龙，
也不少神魂强者，还是小心谨慎，隐匿容貌才是。还好有岳前辈送的面具可以遮挡神魂。神魂强者，只是这背影怎么这么熟悉？啊，难道是？师姐，你那夫君有麒麟之才，放在秦家当赘婿可惜了。只要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便能一飞冲天，为你们家族挣来无数的荣耀与权势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，让我带走他？所以那晚你留了他一夜，还送他贴身玉佩，就是为了让他跟你走。原来师姐都知道啊。我还以为师姐眼中只有修炼长生，一点都不关心你那个夫君呢。那他答应了吗？没有，他说他要陪他娘子。说起来，你那夫君倒是个痴情人，可惜了，他不知道他娘子呀修的是绝情道，他的这番真心注定没有回报。师姐，与其让你夫君独守空房，不如让给我。反正没了他，你还有一个与你神魂相交的相好呢。以后你离他远些。怎么，师姐你不舍得啊？行，夫君我可以不和你抢，但是那个与你神魂相交的相好，让给我总可以吧？你离他远些。师姐，你也太贪婪了。一个人独占2个，凭什么？所有好处都是你的。要不，你让我带走你的夫君，助我建功立业；要不，让我带走你的相好，帮我修炼。我若是不同意，这由不得你。反正你不在墨城，你护得住你那赘婿夫君，但护不住那个给你讲故事的相好。明日，我便南下墨城。岳前辈。岳前辈，真的是你？你也来京都了？到此有事。你是上次给他讲故事那个相好，你也来京都了？岳前辈这次在京都要待多久？看情况。那晚辈以后每晚能过来给岳前辈讲故事吗？可以。现在就讲，从头给我讲。这人真是岳前辈的朋友，脸皮这么厚，我又没跟他说话。岳前辈现在要听故事吗？先帮你修炼吧，麻烦前辈了。我拿功法换，他需要什么功法我都可以给，只要他给我讲故事。拜他为师，或者喊他哥哥。做梦！做梦！开始修炼吧。讲故事吧，从头开始。《西游记》第1回：灵根孕育源流出，心性修持大道生。诗曰：混沌未分天地乱，茫茫渺渺无人见。自从盘古破鸿蒙，开辟从兹清浊变。负载群生养智人，发明万物皆成善。欲知造化会元功。话说海外有一国土，名为傲来国。国境大海，海中有一座名山，唤为花果山。第2回：悟彻菩提真妙理，断魔归本合元神。如果还想继续听，上来拜师。无宁死！还有一事，岳前辈可曾听闻过金蝉寺的悟空大师？
知道。我明日想去找他给我家七妹看病，不知他医术如何。很好，但从不见人，你去了也白去。晚辈还是想去试试。你喜欢他吗？前辈是说我家七妹吗？她对我很好，我理应回报。况且她是我家娘子唯一的妹妹，如果她出了事，我家娘子定会很难过。虽然我家娘子不喜欢我，不久后甚至还会休了我，但我也不想看她难过。去吧，天快亮了，回去陪你娘子吧。还有什么前辈？以后不要叫我前辈，我不喜欢。叫月姐姐。对了，晚辈的名字叫楚飞扬，月姐姐可以直呼我的名字。月姐姐，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晚辈就先告辞，回去陪我娘子了。月姐姐，殿下，手下来报，洛公子今日一早带着家眷前往金蝉寺求药去了。那晚本宫不过随口一说，他倒是入了心。不过悟空大师近100年来都未曾露面，昔日父皇在世，前往相见也都未曾如愿。看样子，洛公子今日此行，注定是要无功而返了。花果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，本宫为了达到目的，放下了所有尊严和脸面，你会瞧不起本宫吗？若殿下想要拉拢洛公子，花骨愿意代劳，无需殿下屈尊。不是他，殿下莫非是遇到了比洛公子更有才能的人？算了，本宫自会决定的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师尊，哥哥。哪个更难启齿，更丢人？哎呀，我宁死！阿弥陀佛，李司长老闭关修禅，这几个月都不见外客，各位请回吧。小师傅，鄙人家小女身患疾病，性命危在旦夕，还请小师傅通融一下，放我们进去。静心师兄，您看……看什么看？不行就是不行，全部赶走！哎呀，骆指挥使，您来了，小僧在这儿恭候多时了，快里边请。是他吗？又是这畜生！还有宋如月这个贱蹄子！谁这么一大早口吐芬芳？这早上吃的屎吧？你，哟，原来是洛夫人呐！您这运气可真好，竟然没被淹死。苍天，就是他们，你二弟就是被他们害死的，杀了他们！好强的威压！这洛长天至少是大武士巅峰的境界，距离宗师之前，估计也只有1步之遥。本来想着这2天神魂出窍，曹公飞渐将他杀了，看来这金身化神境前，暂时是杀不了他了。佛门圣地，洛贤侄，莫非想动手不成？秦伯父言重了，我与青州兄弟多年未见，不过是想叙叙旧罢了。
对了，秦勇，大哥还没恭喜你成亲。骆指挥使，难道这些都是您的亲人？看在您的面子上，倒是也可以让他们进去。不必，他们与我骆家毫无关系。对了，娘，咱们还是先进入寺庙给二弟办超度仪式，至于其他的，孩儿一有安排。哎，不是说不见外人吗？怎么他们能进？阿弥陀佛，骆指挥使为弟弟超度，兄弟情深，我佛慈悲，当然可以进。为死人超度可以，救活人就不行。满嘴的我佛慈悲，实则蛇蝎心肠。我呸！还佛门清净之地，这不也是趋炎附势的小人？黑心萝卜，外白内黑。施主慎言，若玷污了佛祖，休怪小僧无礼。算了，岳母大人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。我儿子何等身份，乃锦衣卫总指挥使，你们这些庶民赘婿也配相比？切！你阿弥陀佛，问明实说，他们是谁？他们想请我寺的长老为逝去的亲人做超度法事。本月长老们闭寺修禅，本寺禁止外客入内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可是锦衣卫的指挥使，皇帝身边的红人。贫僧才不管那么多呢，佛祖面前众生情，告诉他们，要不下个月再来，要不到下面的佛音墙上留下好的诗词，若是能被寺院收藏，说明与我佛有缘，自然会被邀请上来。可是师叔，你话怎么这么多？去跟觉远一起，去到下面有佛音墙。大师，还请大师。哎呦喂，骆夫人，看来您这儿子的指挥使的名头也不管用啊！女婿，咱们走。贱人！公子，这里就是刚才那位师傅所说的佛音墙吧？这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狗屁春花秋月愚人宴，滚你家的蛋！你身为出家人，怎么能动手？在下这首诗，那可是什么狗屁诗？我看就是狗屎！你，我如何？不会作诗，还要上去献丑，害人家师傅又费力气洗刷，真是不自量力。毫无自知之明，这是他能乱写乱画的地儿吗？这哪怕四大才子也轻易不敢在此落笔，生怕惹人笑话。他算什么东西？爹爹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可你的身子，我没关系的。走吧，我试一下吧。小子，写是可以，但是写完以后你得给我擦干净。若是你擦不干净的话，沙包大一样的拳头落在你的脸上。青州，要不算了。是啊，青州，这佛门作诗可不比平常。之前那些风花雪月的诗肯定是不行。岳父大人，先让我试一下吧。姐夫，放心吧。小姐，姑爷能行吗？婵婵，你觉得姑爷能写好吗？百灵觉得不行。四姑爷平时写情诗骗骗女孩子还行，但是佛祖六根清净肯定不吃这一套。这小子若写不好，丢人是小，被那凶和尚打破相那就坏了。这孽种还想在佛音墙上写诗？想要做好佛门禅师，必须要有一定的阅历以及精通佛理，
否则就算是江南才子领三司，也断不敢在这佛音墙上落笔题诗，强行出头，不过是自取其辱。不错，这某些人自以为会做几首吟诗燕词，就敢在佛祖面前卖弄，一个卑贱赘婿，也不怕玷污了佛门圣地。你。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佛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什么横看竖看远近高低云里雾里，写的什么狗屁东西！就是啊，这都让人看不懂，肯定不是什么好诗。不对，此诗似乎暗藏哲理。快看，他又在写第二首了。卧佛山上金蝉寺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为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这野种还在写，难道还有第三首？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然一连做3首。山近月远觉月小，便斗此山大于月。若有人眼大如天，当见山高月更阔。这3首诗似乎……胡诌的烂诗也敢在此卖弄，玷污我佛门圣地！我就说嘛，一个乳臭未干的野种，能写出什么高深的禅诗？自取其辱，活该！真言师兄，这个人我是巨石门外的，没想到又跑到这儿来捣乱，我这就把墙给刷了，然后把他们赶走。哎，师兄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我要是不打你的话，你就将本寺即将流传千古的稀世珍宝给毁了！快滚！真的。公子，大才，寥寥3首诗，看似简单，却富含精妙佛理。公子，你若是方便的话，请随贫僧上山，与本寺长老一同畅谈佛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孽种怎么通晓佛理啊？小姐，姑爷好厉害呢，还会做禅诗。那当然了，姐夫一直都很厉害呢。禅禅，完了，佛祖也要被小姑爷骗到手了。这小子还算没给我丢人。哎呦妈呀，洛夫人，看样子又让您失望了。微末、蒹葭，咱们走入金蝉寺。公子，这几位是？他们都是我的家人，可以一同进去吗？啊，可以。那这几位呢？我与他们不必，他们与我洛家毫无关系。毫无关系？这……学远，刚才下面佛音墙那首诗是谁写的？回师叔，是这位骆公子所写。骆公子大才呀！这3首禅诗各具佛理，年纪轻轻便有这般悟性，实在是可喜可贺。慧明大师，我们此次前来，实在有事相求。若是为旁边这位女施主治病而来，骆公子实在是抱歉，贫僧无能为力。慧明大师，贵寺可有一位名叫悟空的高僧？悟空？啊，敝寺并无此人。不应该啊！难道长公主骗我？还是说这位慧明大师资格不够？
不知大师可否带我们见一见贵寺的方丈？罗公子，方丈近期闭关修禅，贫僧也好久未见了。姐夫，要不这样子吧，我们进去烧炷香就走吧。慧明大师，方丈如何才能见客？罗公子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你又何必执着呢？大师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做百佛寺不如活一人，还请让我们见一见贵寺方丈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做百佛寺不如活一人。骆公子，此话从何而来？随心而说。骆公子果然是极具慧根，随口而出便是至理真言，简直是与我佛天生有缘。骆公子眼中佛光闪耀，心中佛像端坐，不知可否加入我佛门？阿弥陀佛。骆公子，众位施主可在此殿烧香拜佛。骆公子的那3首不比这几首差，也可书写裱起来挂于此处。大师，如果我可以再做出几首比这些佛迹好的作品，不知可否让在下拜见一下方丈？好大的口气！你刚刚说你能再写出几首比上面这几首佛迹还要好的？敢问公子何名？就连现在江南4大才子之首的柳三思，也不敢这般口出狂言吧？慧明大师，如果在下做得出来，可否答应在下的要求？骆公子，方丈实在是……慧明大师，让他做吧。他若真能做出来比这上面还要好的佛迹，我相信方丈大师会愿意见他的。他若只是说了大话，那即刻赶出金禅寺。骆公子，要不你就试试看，但贫僧并不能保证方丈能出来见你。初代，写吧，我看你到底有几分本事，敢在这大殿之上这样口出狂言。姐夫，没事，几首佛迹而已，我答应过要帮你看病，定不会食言。前世我读书过目不忘，熟读佛道儒各家经典诗集，我就不信前世佛家5000年的积累还征服不了你们。今日小爷我就让你们吃点好的。无念念其正，有念念成邪，有无惧不济，常遇白牛车，不见一法即如来，方得名为官自在，了尽业障本来空，未了应虚还宿债。这有相有求俱是妄，无形无见堕偏枯。堂堂秘密何曾问，一道寒光若太虚。好奇妙的佛节，这谁在写诗？耳闻无相理，眼空不受色，鼻嗅无相香，舌尝无相食，身着无相衣，意随无相得。随无相得。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
惹尘埃。这是？好一句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施主这首佛节，当成为弟子之贵宝，当悬挂于佛殿正厅，竟是我佛门弟子啊！阿弥陀佛，洛公子，这位是莫名师兄。莫名师兄已经3年没有见客了。你若想见方丈，请问询于他。莫名大师，可否让我们拜见一下本寺方丈？哎，段王爷，不可拿走，那是我寺瑰宝，不可拿走。这笔墨纸砚都是本王的，连桌子也是本王的，何时成了你们寺庙里的东西了？阿弥陀佛，端王爷，那笔墨纸砚虽然是你的，但是那上面的东西是贵寺的贵客带来的，还望您手下留情，把东西留下来。老大，东西本王拿走了，你没意见吧？端王爷还是还回来的好。本王偏偏就不还，你能怎么样？端王爷，哎，你们谁敢拦本王啊？本王身有重疾，现在头晕眼花，要是突然死在你们手中，你们是谁敢负责？哎，端王爷，端王爷，端王爷，阿弥陀佛。操！妈的，真脏啊！师叔，不如让洛公子重新写一次。落笔于纸，只有出没有灵。第2遍，佛光已暗淡矣。待各位贵客进大殿吧。洛施主，请。您可带3人进入。我和夏禅去。老爷，你放心，他要还说青州跟佛有缘，我让夏禅给他一个透心凉。蒹葭和百灵去，你留下。老爷，洛公子，你所要问的问题，由莫名长老为你解答。阿弥陀佛。莫名大师，不知贵寺是否有一位叫悟空的高僧？听方丈师兄说过，彼寺的确有这么一位师祖，但他具体在哪里，谁也不知道。不知在下可否见一见方丈大师？若施主为了看病的事情，那可能要让洛公子失望了。方丈宁远师兄已经参禅多年。大师，在下这里还有一首佛记，这首佛记是对刚刚那5首的回应。若方丈大师可以令我们一见，我可以把它写下来，作为初稿送与贵寺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阿弥陀佛，菩提本无树，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阿弥陀佛，施主稍等。姑爷好厉害啊，连这几位老和尚都被姑爷驯服了呢。不会说话就别胡说，什么叫驯服？那2小姐被姑爷驯服了，可以了吗？又胡说！姐夫，百灵说的对啊，灰木早就已经被你驯服了，心服口服，手服脚服，服服帖帖，老老实实呢。
阿弥陀佛，贫僧宁远有礼了。方丈大师，今日冒昧打扰，我家妹妹身子患病多年，常受折磨。听闻贵寺的悟空大师医术通天，不知能否一见？以洛公子在本寺留的那几首佛迹，婢寺若能帮忙，绝不推辞。只是悟空祖师闭关100年，早已不知去向。这卧佛山纵横千里，洞穴数百，我等真是无力找啊，爱莫能助。洛公子，可否让这位女施主伸出她的左手，让贫僧看看她的掌心？大师，如何？大师请说，不必避讳，我家妹妹承受得住。体魂衰弱，五脏枯竭，神仙也难救啊！大师，我还能成器吗？若只是拜堂，这还可以，但要是入洞房的话，多谢大师。姐夫，我们走吧。方丈大师，我这里还有一部经文，名叫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。准确的来说，这是半部。如果贵寺的悟空大师愿意见我一面，我可以全部写完。这本心经乃是前世5000年佛教思想的核心所在，我就不信这方丈看了能不心动。罗公子，并非贫僧不愿意帮助你，实在是悟空师祖他……方丈，我们明日还会前来，告辞。罗公子，本寺还有其他回赠。方丈还是先把手中的经书看完吧。我们此次前来，只为治病，不为其他。走吧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舍利子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莫非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？不会错，这绝对是上古时期失传的佛门之宝——般若心经。宁远师兄，咱们只有上半部，那下半部呢？骆公子说，只有见到悟空师祖才会写下半部。我已命人去撞响金蝉钟，只有用这个办法，才能把悟空师祖引出来。不行，这是佛门至宝，贫僧我等不及了，我这就去后山用狮子吼去唤醒悟空师祖。回禀，青州怎么样了？娘亲，没事的。夫人，我们只见到了方丈，并没有见到那个悟空大师。那方丈给温墨看病吗？怎么说？方丈说，二小姐的身体很好，让我们不用担心。蒹葭，你说，神仙难救。这到底怎么了？到底是出啥事儿了？该死的！金蝉寺只有大地入侵时才会撞钟摇人，不会是来撞本王的吧？本王不就抢了他们几首诗吗？再说这诗也不是他们的呀！哎，快跑！骆公子，请留步。公子，方丈让你回去。
来耍青州了。姑爷，那位童子莫不是悟空大师？若公子若可舍弃红尘，入我佛门，必当飞升成佛，不死不灭，普度众生。你休想！你想让我家姑爷出家当和尚，你问过我没有？除非你先说服我，让我当尼姑啊！白灵，休得无礼！我。前辈可是悟空大师，若能救下我未婚妻，我愿写下心经，吃斋念佛3年。恐怕要让洛公子失望了。我非佛祖，哪里能让人起死回生？贵夫人油尽灯枯，身魂皆枯，贫僧无力。连大师也没有办法吗？贫僧虽无力，但有一法或许可救。不过若要做到，只怕会很难。大师请说。这上面写着救治所需的方法及药材，不过炼制此药需要一位武神境界的武者，以及一位阳神之境的神魂修炼者配合，否则难有效果。武神、阳神，这近乎天人之境，世间真有如此强的人吗？有，自然是有，无非难寻罢了。这是我佛门至宝佛光舍利，洛公子可把它放入香囊，让贵夫人随身携带，有佛光滋养，可为贵夫人续命3-5年。谢悟空大师。洛公子可不用留下剩下那半篇心经，毕竟贫僧没有帮上什么忙。师祖啊，这是佛门至宝。我们走吧。不是，真不给？贫僧的狮子吼不白吼了。洛公子，其实你们是有希望的。阿弥陀佛，洛公子慢走。方丈，告辞。如此大才，却不能入我佛门，可惜，可惜呀！这东西真能治好微末的病，这次你们没骗我吧？娘亲，是真的。你别扯我，让你姐说。蒹葭，这佛光舍利真的有用？有用。带上。青州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今晚让你岳母弄点酒菜，咱们回去好好喝一杯，不醉不休。老爷，这青州啊，明日就要入朝殿试了，怎么能喝酒呢？那就少喝点。那就少喝点。好，大家跟着累了一天，都先回房休息，等饭菜好了再喊你们。姐姐、姐夫，今天谢谢你们陪我看病。其实，只要再多几年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小姐，回房休息吧。姐夫，记得送姐姐回房间。二小姐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只有3-5年，我会彻底治好你的病。姑爷，我和婵婵送小姐回去就可以了。大小姐，今晚可以同房吗？四姑爷刚调戏了二小姐，转头又来调戏我家大小姐。小蝶，姑爷是不是每天晚上还要欺负你呀？
这不是上次大小姐她要来同房，最后没来吗？哎呀，要不是想搞清楚到底是谁睡的我，小爷我又岂会厚着脸皮多此一问？那本心经，可否给我写一份？大小姐是说佛经？我这娘子本就清清冷冷、无欲无求的，我若是再把佛经给她，万一她看完后皈依佛门当了尼姑，丈母娘还不得杀了我？不行。姑爷，小姐好不容易求你一次，为何不可？大小姐，那是佛经，不适合你。小气鬼，佛经都不给，还和我们家小姐同房。晨晨，姑爷刚才说他不行，那既然不行，那东西留着也没用了，出剑斩了吧。我靠，真斩啊！不准你伤害公子！心经，写。晨晨，这真不怪姑爷小气，你家那大小姐性子本来就冷，真要是读了佛经出家了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大小姐不会。那好吧，我写就是。夏禅，可以给大小姐写首诗吗？她喜欢诗吗？你的诗，大小姐都有看。行，那我写一首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涘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右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止。小姐，好美的情诗啊！晨晨，这真的是姑爷主动写给小姐的？是自愿的。小姐，姑爷这首诗题是蒹葭，一连出了3个蒹葭，句句都是你，句句都提你，而且这诗好像是求欢。呸，不是求欢，是爱情诗。姑爷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小姐，晚饭已经做好了，夫人让我叫您过去用膳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蒹葭还是不来吗？这臭丫头性子还是这么冷，我去叫她。算了，一会让珠儿给蒹葭送过去便是。青州，自你入我秦家之后，不止屡屡为我秦家解围，而今更是帮微末治好了多年的旧疾。这杯酒，我代表秦家敬你。这是岳父大人，万万不可，这不合礼法。这小子现在知道礼法了，之前背着我勾搭自己小姨子，霍霍我秦家女眷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礼法？姐夫，既然爹爹敬你不合礼法，那就微末敬你。这……哎呀，别敬这个敬那个了，麻不麻烦？咱一家人喝一杯。好，就听你岳母的。小蝶、秋儿、珠儿，你们也过来。这杯酒不求富贵，但求平安。祝我们一家人永远平平安安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你是什么人？想必这位就是秦大人吧？我乃锦衣卫校尉吴北，今日接到命令，需要你们秦家几人配合调查，把其他人带上来。
清点人数。锦衣卫，莫非是他派来的？姐姐，蒹葭，大人，可否说明白一些？我们秦家初来京都，不知犯了何罪，要抓我们？秦大人，并非京都之事，而是墨城城国府二夫人杨平和她的女儿前几日被人割下了头颅，惨死荒野。根据调查，二夫人生前最后去的地方正是贵府，所以才请你们过去问问情况。我跟你们去。姐夫，青州，岳父大人，没事，问几句话而已。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自己一人还不够，今日我们要带走的是秦家所有修武之人，秦文正、夏禅，还有秦家赘婿骆青州，这3人今日我们都要带回去调查，谁敢反抗，格杀勿论。你们这般抓人，可有证据？证据等到带回去审问之后，自然会有。你们这是在严刑逼供，天子脚下还有没有王法？况且青州是大研的金科状元，功名在身，我看谁敢有刑？我锦衣卫查案抓人，不遵王法，只奉圣上之命。至于功名，圣上说了，在案子查清楚之前，暂时剥夺骆青州的功名。我劝你们还是莫要抵抗，乖乖交出这3人，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怎么会这样？秦大人，门外车马已经备好，请吧。秦大人，这是要拒捕吗？我劝你可想清楚，你府上这么多漂亮女眷，到时候血流成河，可就后悔莫及了呀。青州，走吧。老爷，看好家，等我们回来。老爷，公子，别石头，拿这个去找长公主，就说她的雄图霸业，我帮她完成。夏禅，没事的，我跟你一起。大小姐，不用担心，我会把夏禅安全带回来的。走吧。大人，秦家嫌犯已全部带到。是你，秦叔叔，青州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骆长天，果然是你！为了对付我，你还真是煞费苦心，不惜杀害二夫人母女。笑话！杀害二夫人的明明是你骆青州，是秦家人。骆延年，你个老狗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文正兄，不要争那么大气性，气大伤身呢。少给我假惺惺的，害得我丢失爵位还不够，现在还想谋害青州，毁他的前途功名。亏你还是青州的亲生父亲，你简直畜生不如！一个贱人所生的野种，也配跟我家老爷攀血缘？当初老爷外出办事，路上遇到一个贱人，酒后强要了他，给了几两银子就走了。后来那贱人竟找上门，老爷看他们母子可怜，方才收留。现在看来，你这小杂种，怎么可能是我们骆家的种？你根本就不配！你是说，我跟你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？当然没有。我很庆幸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哦，是。如果你今天死在这，你还庆幸吗？你敢！骆长天，没有证据，你怎敢杀人？杨氏母女之死，与青州与我们秦家都没有任何关系。岳父大人，何必跟他们费口舌？所谓查案只是借口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置我们于死地。小野种，
你说对了，你杀我玉儿，今日非要割掉你的脑袋，给我的玉儿报仇！长天，不要耽误时间了，动手吧！秦家嫌犯杀人害命，罪不容诛，按大严律死。动手！岳父，尝尝。对不起，因为我连累了你们，连累了秦家。郡主，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连累？既然苍天无道，今日你我翁婿二人便杀出一条道。本想修为进阶后再与洛家了断，看样子等不到那一天了。既然无法平静生活，那便只能掀起风暴，埋葬这一切了。杀！谁？长公主。拜见长公主。感动本宫之人者，死！杀本宫之人者，死！臣锦衣卫指挥使洛长天拜见长公主殿下。先生，让你受惊了，是本宫的疏忽，本宫向你道歉。殿下言重，殿下及时赶到，在下应该感激才是。先生，自家人何必客气？走，本宫带你回宫说说话。长公主殿下，不可，臣不过是……你要拦本宫？臣不敢。殿下乃是国之公主，更受封大将军衔，臣不过是微末之躯，万死不敢冒犯公主。不过这几个人涉嫌命案，是圣上钦点的要犯，臣不过是奉命行事，没有圣上的旨意，臣万死不敢放走这几个嫌犯。本宫都舍不得动的人，你也敢动？况且你虚构罪名，公报私仇，真当本宫不知？如今还敢拿圣上威胁本宫，简直大逆不道！今日本宫便为国除奸，杀你这奸臣逆臣！皇上到！臣洛长天拜见圣上。皇姐，你怎么来这里啊？刚才朕去找你，还以为你在母后那里。圣上，你的锦衣卫没有证据，胡乱抓人，而且抓的还是本宫的人，所以本宫过来看看。朕以为是什么大事，原来就这件小事。皇姐何必亲自来一趟？找个人跟朕说一声就是。这不是小事，没有证据，擅自抓人，还要刑讯逼供，若是传出去，大言岂不人人自危？圣上，锦衣卫最近做的事情，可没有一件好事。哦，洛长天，你来说说，为什么要抓皇姐？回圣上，莫城城国府二夫人杨氏和她女儿遭人杀害，惨死荒野。根据调查，杨氏最后去的地方就是秦府。臣不过是请秦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情况，并没有长公主所说的严刑逼供。臣不过是……放肆！你说这话，难道是说皇姐在污蔑？臣不敢。最好不敢。告诉你，朕的皇位都是因为皇姐才得来的。若非皇姐保举，父皇岂会传位于朕？若非皇姐能征善战，我大延边境又岂能高枕无忧？你如今乱抓皇姐的人，难道你是想挑拨朕与皇姐的姐弟情谊吗？臣错了，臣错了，臣错了。皇姐，他既然都知道错了，看在朕的面子上，就饶了他这回吧。这些人，皇姐直接带走便是了。本宫可以饶了他，但日后圣上还是规训下你的锦衣卫，依法行事。若是再如此肆无忌惮，胡乱抓人，迟早引得朝局动荡，民怨沸腾。是，皇姐教训的是。
我没有要教训你的意思，你我是亲姐弟，我只想对你说，做皇帝不得为所欲为，要心系百姓，以身作则。是，皇姐教训的都对。好了，我也不多说了，这几人我便带下去。殿下，按您的吩咐，已将秦大人送回家中，但那个叫夏蝉的侍女却执意守在宫门外，要和洛公子一同回去。想必是担心洛公子的安危吧？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公子真厉害，连侍女都对公子如此情真意切，想必秦府中的姹紫嫣红应该都被先生一网打尽了吧？殿下说笑了。先生觉得花骨如何？若是喜欢，本宫可以将她赏你，当个侍妾。花骨小姐乃京都第一花魁，自然貌美，但青州早已成亲，且没有纳妾的想法，怕是要辜负殿下的一番好意了。看样子是不喜欢了。先生，觉得本宫如何？殿下所问何意？先生大才，本宫甚为喜欢，所以想问问先生，本宫可比你那娘子漂亮？先生可愿意离她而去，做本宫的夫君，与本宫共赴巫山，行鱼水之欢？殿下，此事万万不可开玩笑。哪怕借荆州10000个胆子，荆州也不敢对殿下有半点非分之想。怎么，先生觉得本宫不够美吗？比不上你那娘子。殿下当然美，殿下之美，天下独一无二。而我那娘子，则是另一种美，一种清冷如仙的美。这当然不敢跟殿下相提并论。至于殿下所求，青州万死不肯答应。且不说草民蝼蚁之躯的身份配不上殿下，我家娘子对我恩重如山，除非她主动和离，否则我万不该舍弃，做出此等薄情寡义之事。先生不必紧张，本宫只是同先生开个玩笑。还请坐吧。这是试探我吗？这位长公主道行深厚，我不止听不到她的心声，就连心思也难以捉摸。一会儿还是小心些好。先生，本宫救你一命，以身相许，你不愿意，那先生又该如何报答本宫？自然是帮助殿下了结未解心愿，问鼎天下。先生可知，此话说出，可是诛九族的罪过。若不是长公主相助，怕是青州的九族已经不在了。既然先生如此坦诚，那本宫也就不瞒先生了。我这个弟弟看似对我恭敬有加，但却是阳奉阴违。我向他推荐的人才政策，他表面上应允，但最终都会遭到贬斥和无视。正如你的科举功名，不也被剥夺了？只因为本宫向他推荐过你。那怕是圣上忌惮殿下在朝中安插的党羽。我理解，为了国家安稳，我可以远离朝廷，专心军务。可是他竟暗中劝动母后，要收回父皇赐我的封国，收我兵权，还想让我远嫁他国，逼我离开大燕。我想不通，明明我一心帮助他们母子，一心为国为民，他的疆域是我守护，
他的皇位是我保荐，可为何他还要如此逼我？一山不容二虎，殿下功高震主，他们必然记得。现在他是逼殿下远嫁，而下一步怕是要逼殿下自尽了。所以，我不愿坐以待毙，宁被天下人咒骂，在史书上遗臭万年，也绝不能让大燕被他们糟蹋。只是，本宫是女子，女子又如何？巾帼不让须眉，男子能坐的位置，殿下都可以做到。不论男女，只要足够优秀，他就该获得他本该获得的东西。可先生的思想并不能代表大燕百姓。若我贸然起事，各地诸侯必将对本宫口诛笔伐，大燕百姓也会对本宫群起攻之。殿下想解决的问题其实很简单，只不过需要一个师出有名即可。听说圣上一直对各地诸侯王十分忌惮，殿下为何不暗中安排人劝陛下削藩？贸然削藩，容易引起藩王造反，还没有这么傻。殿下可听闻过推恩令？推恩令？不错，这是一项削藩政策。原本诸侯王死后，他的王位和封地只会传给嫡长子，而推恩令会将封地划分为小份，在诸侯王死后分给他的每一个儿子，如此封国将越分越小，直到不足为虑。虽然这项政策也是为了削藩，但除了嫡长子，其他的每一个儿子都有好处。即便诸侯王心中不满，但他也不能说什么，毕竟这封国还是自己家的，只不过死后被他自己的儿子给瓜分掉了而已。先生这个计策好生歹毒，本宫现在可以想象，当各地诸侯王听到这推恩令时，何等的绝望和愤怒。当然，也能想象，当他和朝臣听到这个计谋是多么激动。不错，推恩一出，各地诸侯虽然表面不动声色，但心中必定对皇上心生不满。到时候，殿下只需要以清君侧为名起兵，各地诸侯必然一呼百应，大事可成。先生今夜所言，对本宫来说皆是振聋发聩。本宫很庆幸能够遇到先生的帮助和指导，万分感激。先生若不嫌弃，今夜便在本宫宫中住下，明日再将先生送回家。多谢殿下好意，但家中有娘子守候，青州还是回去吧。殿下，秦家人到了，因是要接陆公子回去。看样子，今夜是不能留住公子了。别蹦了，过来。夏蝉，姑爷真的没事儿。青州，姐夫，文墨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，这次多亏了长公主。谢长公主搭救之恩。不必谢我，你们该谢的人是先生。若非因为他，本宫不会插手今夜之事。说起来，你们秦家运气真好，竟能捡到先生这样的人当女婿。殿下过誉了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改日，本宫会再上门叨扰，请教先生学问。告辞。
师姐，现在我总算明白，为何修炼无形道的你今晚会破例来求我救他一命。也是，毕竟像你夫君这样的人，世间怕是没有女子能抵抗得住他的魅力吧。离他远些，他不属于你。师姐，我可以不抢他，但是那个每晚给你讲故事的相好必须让给我。这2个人，我必须得到一个。不行，你别忘了，我今晚刚帮你救出你的夫君，你本该报答我。你已经得到回报了。这个由不得你！你夜西湖之上，我必将抢走你的相好。可恶！那小子不知道给长公主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竟然几次3番的庇护他。长天，现在还有办法为你二弟报仇吗？长公主位高权重，尤其是在军中的威望远超圣上。她若执意庇护，莫说是我，便是圣上，也奈何不得那洛清钟。这岂不是说我们永远给你弟弟报不了仇了？娘，你也不用太着急。这次圣上专门让太后召长公主入京，就是在着手瓦解她手中的权力，逼她远嫁异国。等长公主一走，我们杀那赘婿，灭秦家满门，不是易如反掌。至于在这之前，我们虽然奈何不了他，但是却能让他们在这京都之地寸步难行。长天，此话怎讲？我已经让锦衣卫查封了他们在墨城的一切家产，秦家没了爵位，也就失去了收入来源。现在连在墨城的退路也被我给断了，不出几日，他们将没钱度日。这个主意好，杀不死他们，那就饿死他们。等秦家穷得吃不上饭了，估计宋如月那个贱蹄子只能去青楼卖身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一点油水都没有。我跟青州也就罢了，微末身子刚好些，急需营养。知足吧，怕是到明天连买菜的钱都不够。来之前，咱们不是带了不少钱吗？这光是路费就花了一半，剩下的钱又是添家具和租宅子，本来就不剩多少。昨天晚上还遭了贼，还把值钱的东西全都给偷走了。原本是想着等微末看完病，青州考完殿试，咱们就回墨城。谁没想到这骆家人下手这么狠，除了青州的功名，还把咱们在墨城的家产全给没收了，想回都回不去。这骆家人想饿死咱们呀，说不定昨天晚上那贼就是他们派来的。我想想办法吧。这骆长天着实阴险，之前陷害我不成，现在又开始耍各种阴险手段，事后怕是会变本加厉。不杀他们，事后将永无宁日。看样子得找月姐姐提高实力了。岳父大人、岳母大人，我今日不是很饿，先回去了。想听故事，就叫哥哥或者师尊，其他免谈。师姐，你不要贪多无厌。今夜我必须带走他。你可以试试。师姐，你如此霸道，就不怕我把你的老底告诉你那相好，说他尊为神女的前辈恩师，现实中有个赘婿夫君，而且他那夫君还跟小姨子勾勾搭搭，不清不楚。你觉得我会在乎？你当然不会在乎了，可是你那相好呢？在他心里应该很崇拜你吧？要是他知道你被自己的妹妹和夫君戴了绿帽子，会如何看你？你在他心中的圣洁美好形象，会不会瞬间崩塌呀？你找死！怎么，
师姐被我戳中痛处了，那就按我说的，让她跟我走，给我讲故事。你敢动手？奇怪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难道月姐姐出事了？月姐姐，你们这是在打架？讲故事，叫师尊或者哥哥，至少要再讲一些，让我看看他有没有那个资格。从第2回讲。悟彻菩提真妙理，断魔归本合元神，天花乱坠，地涌金莲，妙演3成教，精微万法全。说一会儿教，讲一会儿禅，3家配合本如然。开明一字归诚理，指引无声了性玄。开明一字归诚理，指引无声了性玄。月藏玉兔日藏乌，自有龟蛇相盘结。相盘结，师姐这相好竟会如此精妙法门，怪不得师姐不顾同门情谊，也不让我带走了。就到这儿吧。然后呢？后面的呢？继续，不要停。他不让你讲你就不讲，你就这么怕他？你不怕他？你赢了，说吧，你想要我叫他什么？师尊。好，那我偏要叫他哥哥。把面具摘下，我要先看看你的模样，要是看得顺眼，叫你一声又何妨？这位前辈怕是没有弄清楚情况，现在是你有求于我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你会后悔的。我也没有逼你，你可以走啊。哥哥，现在可以讲了吗？可以了。好羞耻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成大事者必有舍弃，反正那人也不知道我是谁，没什么好丢人的。等你听完了这则故事，利用完了他，再好好把失去的尊严和脸面讨回来，到时候让他叫我姐姐，不叫我主人。却说美猴王荣归故里，自剿了混世魔王，夺了一口大刀，逐日操演武艺，教小猴削竹为镖，削木为刀。汝等既登王位，乃灵显感应之类，为何不知好歹？我老孙修仙了道，与天同寿，超越3界之外，跳出5行之中，为何着人拘我？你可以回去了。不行，我还没听够呢，继续，不要停。我要修炼神魂了，下次再讲。不行，你今夜只讲了1回，这不公平。这故事并非凡物，每一章都蕴含着隐秘的悟道之法。你先回去，把这章琢磨清楚。等你琢磨清楚了，他自会讲下一章。那好，明夜我再来。坐下吧，我帮你修炼神魂。月姐姐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除了每晚打坐、吸收日月精华之外，还有更快的修炼神魂的方法吗？我想尽快提升修为。为什么？为了报仇吗？不止这些，我家七妹身患重病，唯有神魂炼制阳神境的强者方可救治，不然3、5年后便会香消玉殒。我家娘子性情冷漠，唯一的牵挂便是她这妹妹。我深知失去至亲的痛苦，不想我家娘子受这人间之痛，所以晚辈不才，想以蝼蚁之躯叩问阳神之境。为了娘子吗？3日后再来吧，我会帮你加速修炼。这功法白日多加修炼，有淬炼肉身之效。
肉身强大了，便可反哺神魂。牛魔神功。谢月姐姐。牛魔神功，牛魔拳。公子，休息一下吧。水都打好了，小蝶伺候您泡澡。好。公子好大，2只小手恐怕都握不住吧？我记得公子原来的拳头没有这么大的。月姐姐送的这牛魔神功果然厉害，我仅仅修炼1天，便觉得拳劲长了3成。小蝶，你说公子一拳下去，你会哭多久啊？小蝶可能会痛得直接晕死过去。公子，小蝶身子弱，受不了的。公子跟你开玩笑的，公子怎么可能舍得打你呢？公子，这是小蝶为你缝制的襦袍，你看合不合身？不错，挺舒服的。对了，二小姐呢？几天没见到她了，她身体怎么样了？二小姐，她去卖字画赚钱了。二小姐都去赚钱了，现在家里已经困难到这个地步了。夫人说，再有7天，家里就揭不开锅了。是得想点办法帮家里赚钱了，可是要怎么搞钱呢？小蝶，你说什么人的钱最好赚？当然是女人的钱最好赚了。我听朱二说，之前老爷爵位还在的时候，家里1半的花销都是给夫人买衣服和首饰了。对呀，赚女人的钱。小蝶，你可太聪明了。小蝶，公子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叫丝袜。你不是会做衣服吗？按照这个图纸，每样做1件，到时候公子卖出去赚钱。啊！可是公子，这种羞人的东西会有人买吗？公子自有妙计。小姐，有人送来了奇怪的衣服，还有一封信，说让你亲启。好。上元将至，听闻京都城要在上元之日重选花魁，只要今晚花果姑娘能身着此丝袜现身花篮，小生愿献上诗词1首，祝花果小姐蝉联花魁魁首，与诗一同名传千古。小姐，估计是某些登徒子的恶作剧吧，还是不要相信的好。无论诗词真假，这衣服设计的倒是别出心裁，不妨一试。只是不知道设计出如此羞人衣服的人，到底是何等的登徒子。哎呀，李兄，不知道好久不见呐！上元节那一天来，京都会重选花魁，花果小姐在今晚重金求诗，以备选花魁之位。真的假的？这么说，今天晚上能见到花果姑娘了？肯定能。哎，坐。公子，你说花果姑娘会穿吗？等着便是。花鼓小姐到。哇，好，太漂亮了！花果小姐不愧是京都花魁，这丝袜美腿，连小爷我都快挡不住了。诸位公子，奴家花果有礼了。
上元将近，京都将重新选取花魁，花鼓月花白银1000两，购买诗作。不知哪位公子藏有佳作呀？本公子对银子不感兴趣，只想与花鼓姑娘彻夜长谈。柳三思，江南4大才子之首，看样子今晚花鼓姑娘要名花有主了呀！是他，公子，难道今晚送我丝袜的人是他？柳公子，早就听闻柳公子诗才过人，若是今晚柳公子作的诗能赢得花鼓倾心，今晚花鼓愿意好生照顾柳公子。好，花鼓姑娘，你可听好了，此诗名为《赠佳人》，芙蓉不及美人妆，水殿风来珠翠香。一笑可倾城中色，何须粉黛衬红妆。好诗，不愧是4大才子之首，太好了！是啊，花鼓姑娘，此诗如何？你若喜欢，便赠予你。柳公子大才，这首诗花鼓很喜欢，不知在座的诸位，谁愿意和柳公子一较高下？花鼓小姐，你又何必多此一问？柳兄诗才冠绝无双，他一开口，岂能有人再作诗自取其辱？谁说没有？柳公子的诗固然精妙，但却比不上花鼓小姐的花容月貌。你是谁？好生夸我！这么多年，质疑本公子诗才的，你还是头一个。这位公子可是已有佳作？花鼓小姐本就貌美，再加上这白色丝袜衬托玉腿修长，使花鼓小姐变得更加芳艳动人。小生不才，情不自禁作诗一首，愿赠与花鼓小姐。花鼓姑娘，哎，柳兄，他想做便让他做，不过自取其辱罢了。我不信这天底下还有人诗才能超越柳兄。公子，请吧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现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失礼了，花鼓小姐，此诗赠您，小生就此别过。公子，请留步。公子，花鼓小姐，让开！柳兄，你看呀，怎么回事？公子留步！多谢公子赠诗，还请公子跟花鼓一步楼上。花鼓好将千金奉上。花鼓小姐穿丝袜现身，已是对小生的酬劳，不必另行道谢。哎，是洛公子吗？小姐，今天咱们这些字画应该能卖不少钱吧？只可惜魏墨才学疏浅，即便用这些字画换些钱，也是杯水车薪。二小姐，姐夫，夫人在家吗？夫人一大早就出去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姐夫，你怎么了？闯祸了吗？这里面有200两银子，等夫人回来的时候，你就说是卖字画赚的钱，千万别说是我给你的。姐夫，这么多钱是哪来的？姑爷，你该不会是偷来的吧？所以才不想让夫人知道。怎么可能？正经东西
这才刚开始，以后会更多。姑爷赚了钱还鬼鬼祟祟，莫不是去青楼卖身换来的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世风日下，世风日下呀！发生什么了，娘亲？你们是不知道，这方市里啊出现一种叫丝袜的衣服，它卖的极为火爆。我好奇的去看，发现那衣服穿起来呀，哎呦，那简直轻浮暴露，那就不知道是哪个登徒子想出来的，简直伤风败俗。夫人说的是这个？这你买了？婵婵喜欢，我买给婵婵穿。我还听说，那日京都花魁就是穿这个丝袜，引来一个书生给他作诗。那诗丫的，就连京都的4大才子之首柳三思都自愧不如呢。就凭这诗，那花魁的美名已经传遍大言了。哎呀，这丝袜真有这么厉害？娘亲，微末觉得厉害的不是丝袜，而是那做出惊世诗词的诗人，姐夫，对吗？这应该是吧。姑爷这么紧张，莫不是那日青楼上注诗的书生是姑爷，还是说这羞人的丝袜是姑爷做出来的？说，这丝袜是不是你做出来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荆州自幼饱读圣贤书，心存礼义廉耻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物品？哼，最好如此，否则呀，我让夏蝉打断你的腿。哼，珠儿，咱们走。是。这东西啊，你们把握不住，我拿回去，批判一番。夫人，那是我买给婵婵的。百灵，不怕，姑爷这还有呢。这都是小蝶要买的，姑爷这还有呢，嘿。长天，爹，长天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派去秦家的太子来报，说他们不但没有饿死，还买了新宅子，又雇了几个丫鬟护院，生活过得比我们都好，这哪里像没钱的样子？哎，爹，稍安勿躁，儿子已经派人去查了。大人，查到了，是秦家的赘婿近期与京都各大制衣局合作，生产丝袜到坊市售卖。秦家的钱财全是售卖丝袜得到的。你说什么？那些坊间火爆的丝袜是那个野种制作的？是的，大人。看来那日在日枕楼前风头压过柳三思的书生，就是洛青州了。借助花魁和诗词来宣传他的丝袜，还真是好算计。老爷快看，妾身买了什么？丝袜。对，各种款式的都有。最近这衣服爆火，世家贵族的夫人小姐都暗中派人竞相购买，去晚了根本买不到。妾身跑了好几家制衣局，最后才找到一家，把他店里的存货全部买下来了。老爷，今晚早点回屋，妾身穿给你看。我穿你妈个头！老爷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打的就是你！你知道这些丝袜是谁生产的吗？是秦家，是秦家中那个野小子生产的。什么？你还买这么多你的蠢货，你是在给他送钱，知道吗？哎呀！公子，这是各大制衣局送来的分红，小蝶数过了，足足有数千两呢。他们还说，若是公子以后设计出新的款式，一定要先跟他们合作，分成比例还能再谈。怎么样，公子厉害吧？只需要略微出手，便能换来一场富贵。公子最厉害了。行了，傻丫头，赶紧把这些钱换成银票，给二小姐送过去，让她找个合适的借口，转交给夫人，用作家用。我这就去。时间不早了，该去西湖
找月姐姐了。已经2晚没来了，今晚难道又要空等一场？他到底要怎么样啊？本宫已经忍受屈辱，叫他哥哥了。或许他在陪他的娘子。娘子有什么可陪的？难道我们2人还没他娘子有魅力？看什么看？本宫的意思是说，给我们2人讲故事，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他应该珍惜，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他娘子身上。只要把本宫伺候好了，本宫可以赏他后宫娘子3000日，叫他夜夜笙歌，乐不下床。怎么，本宫说的话让你不高兴了？师姐，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怕别人抢了你那相好？师姐，既然你如此在意你那相好，不如就把家里的夫君让给我吧。别想。师姐，你如此逼我，就不怕等你那相好来了，我就把你那夫君和小姨子眉来眼去的丑事全都告诉他，叫你形象破碎。随你，那时我也会告诉他，大言的长公主喊他哥哥。你狠，祝你永远无情无义，没人爱没人疼，就连你那相好，以后也当着你的面劈腿，最后弃你而去。月姐姐，这么晚才到，2晚都没来了，今晚多讲几回。月姐姐，关于上次问过你快速修炼的事情，我可以雷霆之力帮你淬炼神魂，不过雷霆之力残暴，需要一件法器护住你的神魂本源。什么法器？你不会是想让我把我的玄火内甲给他吧？你休想！这可是我的贴身内甲，岂可给旁人传？如果他魂飞魄散了，那时候你损失的可不是一件内甲能够相比的。那他可以不必急着修炼啊。我急，月姐姐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你不用看我，你急是你的事，与我何干？那你现在可以走了，以后不必再来了。你敢赶我走？月姐姐，我今天讲完故事后，还请你帮我引雷淬炼神魂，为了娘子，为了家人，就算是魂飞魄散，我也愿意冒险一试。月姐姐，我今晚就不讲故事了，我讲一部经书吧。好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。故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观其久。此二者，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奇怪，这什么经书？仅仅几句话，竟让我魂力激荡，隐隐有突破平静之势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也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也。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。继续。看样子我猜的没错，这《道德经》跟《西游记》一样，也蕴含修炼之法，而且似乎更加精妙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信他不屈服。这是修炼之法，是不是？你自己感受不到吗？何必问我？他怎么知道如此之多高深的修炼之法？他到底是谁？难道他是某个转世的大能？难道师姐早就看出了此人是大能转世，所以才屡次劝我拜他为师，目的是帮我抓住眼前机缘？一定是这样。师姐原来一直都是在帮我。神魂修炼何等艰难，若有大能引领，必然事半功倍，机会稍纵即逝。本宫若是为了面子错过这场机缘，日后定会追悔莫及。哥哥，
这女人这就认输屈服了？哥哥，妹妹刚刚是开玩笑的。哥哥还要内甲吗？我这就脱下来给你。给哥哥。这还是温的，看样子真是她贴身穿的。谢妹妹了。你走吧，明晚再来听故事。她要修炼了。那哥哥，明晚记得早些来讲故事哦。坐下修炼，运转我之前传授你的内功心法，我会帮你去练月华之力。这就是雷霆淬炼神魂的效果吗？仅仅一夜，竟然赶得上我一月苦修。多谢月姐姐。天快亮了，你也该回去陪你娘子了。是。听了这么久了，也该出来了。糟糕，被发现了！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何伤我？我需要化形大妖的血疗伤。我凭什么给你？你已经听了2天的经书了，又不是你传法，你不是也在听人家传法？他是我家里的人。家里的人？你相公吗？可他对你那般恭敬，你对他那般冷淡，根本不像是夫妻。哑口无言了吧？虽然你帮他修炼的时候不惜受伤，为他挡下大部分雷霆之力，看着很令人感动，但很显然你是为了他的经书和故事里的悟道之法，我说的对吧？你要干嘛？你刚才已经把我脚打伤了，难道还不够吗？你不用动手，你把药瓶给我，我自己寄给你。给你。明晚继续。可恶！本尊堂堂西湖女王，竟然被当成驱邪的工具兽！不要脸的臭女人！那少年明明跟你1文钱的关系都没有，还骗我说是你相公。神魂修炼分为夜游、日游、御物、炼神、分神、化神等9大境界。如今我应该已经达到了炼神境巅峰之境，有月姐姐相助，3日之内突破至分神境没什么问题。之后争取在1月之内入化神境。待我化神成功，落长天王云，落延年，便是你们的死期。公子，不好了，二小姐出事了！你说什么？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姐夫，我没事的，只不过是一点皮外伤，
多亏了有夏蝉，否则微末就再也见不到姐夫了。岳父大人，发生了什么？二小姐为什么会受伤？昨晚我们府中有刺客闯入，幸好夏蝉及时发现，不然的话，只怕咱们秦家又要血流成河了。是骆家人吗？估计是碍于长公主，不敢明面下手，所以派杀手刺杀吧。二小姐，你放心，这个公道青州自会帮你讨回。岳父大人，您在京都可有人脉，能不能帮我调查下中武伯府？中武伯府，青州，你要查骆长天的底细？不错，我想知道他们在京都都有什么产业，做什么，府中有多少人，以及其他所有相关的情报。青州，你想干嘛？你可别干傻事儿。是啊，青州。据我所知，骆长天近期刚刚突破宗师之境，实力强悍，整个京都没有几个人能与之匹敌。更何况他手下爪牙众多，府中藏龙卧虎，根本不是你我能够对付得了的。姐夫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微末不希望连累了你，让你以身犯险。岳父大人、岳母大人，青州不会轻举妄动，只是提前搜集一下相关的情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那就行。不过，能知晓这些事情的人脉，一时半会儿我还真想不到啊。姐夫，我最近去书局认识了一个人，或许可以帮到你。微末，这就是你口中那位文武全才的姐夫。姐夫很厉害的，会作诗，又会习武，前段时间还获得了武状元，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被取消了功名。南宫小姐，在下骆青州。坐。听微末说，你想让我帮你调查中武伯府，你应该知道，中武伯骆长天乃是圣上身边的红人，掌管整个锦衣卫，在京都只手通天。在下知道。那你还敢调查？你就不怕招来杀身之祸？不瞒南宫小姐，在下与他早已是不死不休。你倒是坦诚。好，看在微末的面子上，我可以帮你。不过你也要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明日皇宫内会举办一场蹴鞠比赛，我正缺人手。你既是武者，想必身手不凡，我需要你帮我赢下这场比赛。踢球我不怎么会。踢球不会，守门总会吧？应该可以。父王，瑞儿，人找齐了没有？要实在不够的话，父皇也可以下场帮你。不用了，父王，人找齐了。你看，端王爷又见面了。是你，水儿，快抓住他，让他跟你到府去，可别让他跑了。父王，你认识他？前几日我从金禅寺带回来的那几首佛迹，就是他写的，此子大才呀，必须得入准我端王府才行啊！端王爷，在下已经有娘子了。你想蒙骗本王？父王，他说的是真的。你当真成亲了？可惜了。父王，球赛就快要开始了，太后和长公主姐姐估计就要到了，你就别添乱了，一会儿还得让他帮我守球门呢。那个张嫣儿屡次欺负我，这次我非得让他输得心服口服，让他学狗叫。瑞儿，不可太过，她毕竟是皇太妃的侄女，将来还会嫁给圣上为妃，适可而止。父王，这你就别管了，等着看球吧。加油！
殿下，陆公子来了。先生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是他。你这哪找来的虚货？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能行吗？别一会儿啊，被我的球给踢晕了。与其关心这个，不如关心一下，一会儿若是输了，怎么学狗叫？这是我们的赌约，你可不要耍赖。放心，当狗的人啊，不会是我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快开始吧。是，时间已到，准备开球。这是端王府家的蕊儿吧？啊，正是。和他娘长得可真像，这时间过得也真快，一转眼竟长这么大了。可不是吗？你少得意，这一球算本小姐让你的。踢过来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殿下，陆公子好厉害，这么近的射门都被他挡回去了，就好像提前知道射门的方向一样。郡主，接球！哈！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还没完呢！这比赛结束，5-0。耶！该死！为什么？这究竟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每一次他都能准确预判我的射门角度？难道他能看穿我牺牲不成？姐夫，你好厉害，一个球都没让对面进呢。张央，你输了，兑现赌约吧，学20声狗叫，并叫我主人。贱人，你也配？二小姐，魏墨，殿下，陆公子好像遇到麻烦了，我们不去看一下吗？以本宫现在的处境，离他远些，会对他更好。嫣儿，你怎么样了？姑母，这贱人打我脸，你要替侄女做主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嫣儿是未来的皇妃，你怎么能打她耳光？太妃，她骂我贱人，你觉得我不应该打她吗？她姓张，我姓南宫，你要明白，在这大眼，在这皇宫，没有任何人有资格骂南宫这个姓，就算是你，也没有资格。你，太后，姐姐，你可得为我家嫣儿做主啊！她以后可是皇妃，竟然被当众打耳光，这是要打您和圣上的脸呢！姑母，还敢再次挑拨离间，难道蕊儿说的不对吗？在这皇宫之中，异姓之人怎敢辱骂皇室子孙？张太妃，你自家管教无方，满口污言，我怎能敢将皇上娶她为妃？我看这样，这婚事就此作罢。太后，妾身错了，妾身回去一定好好管教嫣儿，一定不会让她出来惹事，求您收回成命。太后，嫣儿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不要取消婚约，我父亲知道会打死我的。归墨，陆公子，咱们也走。姑母，劝劝太后，让她不要
要取消我与圣上的婚姻。蠢货！现在知道后悔了。那南宫蕊怎么说也是皇家郡主，你一个外姓之人，也敢辱骂皇室，连我都被你害死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哼！南宫蕊，都是你害的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嫣儿小姐，你该恨的应该是那个守门的赘婿，若不是他从中作梗，今日赢下球赛的人必定是嫣儿小姐，自然没有之后的事情发生。你是在下锦衣卫指挥使骆长天。若是嫣儿小姐想要复仇的话，或许在下可以为你提供些讯息。骆公子，今日多谢了，答应你的事情我自会做到。有劳了。喝点茶水歇歇吧。来人，上茶。对了，魏墨，你姐夫和你姐姐感情好吗？姐姐和姐夫感情很好呢。好吧。蕊姐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和姐夫先回去了。不留下吃完晚饭再走吗？不了。好吧。来人，送一下微墨还有骆公子。姐夫，我有点后悔介绍你给我朋友认识了。怎么了？当然是怕你被别人抢走了。公子，你这娘子真漂亮，给她买串糖葫芦吧。行，来一串吧。多少钱？1文钱。这个蠢货这么容易就上当，一会儿待他低头拿钱，被手起刀落，砍下他的脑袋，带回去给小姐领赏。小姐，莫非是张嫣儿派来的吗？先试探一下。嫣儿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姐，打人了！姐夫，这是怎么了？有杀手，快走！废物！对。公子是要坐船吗？好漂亮的玉座，比得上之前每晚与我洞房的神秘娘子了。他在那儿，站住！坐。公子请上船。快跟上，他们在那儿！站住！这赘婿给跑了，先回去给小姐汇报。姑娘，多谢了。公子何须如此客气？与公子授业之恩相比，这点小事微不足道。授业之恩，姑娘何意？奇怪，那姑娘去哪了？莫非她也是修炼了神魂的强者？今晚得找月姐姐问问。姐夫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送你回家。月姐姐的身边怎么换人了？难道是白天划船的姑娘？月姐姐，这位是？公子，我叫龙儿，世代居于西湖。龙儿，家父对小女子抱有厚望，希望我以后可以渡劫化龙，遨游天际，不死不灭。所以才给我取这个名字的。渡劫化龙，妖族吗？今日多谢了。公子何必客气，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只管来西湖找龙儿便是。修炼吧，今晚助你突破。公子今晚不讲故事了吗？不讲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先回去修炼了。月姐姐，龙儿的修为应该已是化神境了吧？不知，坐下修炼吧。
多谢月姐姐，不然我无法这么快突破到分神境。月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走吧，天要亮了。是，我明日再来给月姐姐讲故事。月姐姐身体好软，也不知道月姐姐成亲没有，能娶到月姐姐这种娘子，她的夫君竟然也不是寻常人吧？公子，你醒了吗？啊，进来吧。公子，花果小姐到了，正在前厅等候。她怎么来了？难道那日青楼作诗的事情暴露了？带我去见她。嗯。花果小姐。洛公子，数日不见，花果小姐变得更加美丽动人了。公子谬赞。花果小姐今日是来？是殿下让我来的。我们接到消息，这洛长天将联合张嫣儿，要对公子下手。张嫣儿，我与她素不相识，难道就因为昨天的球赛？这张嫣儿本就心胸狭窄，昨日公子帮着南宫郡主赢得了球赛，这张嫣儿不仅颜面尽失，还被太后剥夺了太妃之位，自然怀恨在心。再加上洛长天从中推波助澜，公子还是要提前提防小心为好。又是洛家人，自己不能动手，所以借刀杀人吗？对了，还有一事，殿下让我转告于公子，圣上已经采纳了推恩令，下个月即将实行削藩政策，届时殿下会暗中返回封地，整顿军队，为即将迎来的大业做准备。可是这殿下一走，洛家便再无忌惮，公子一定要提前准备。多谢殿下挂念，请帮我转告殿下，青州早有谋划。还有一事，公子可知奴家身上这丝袜是谁制作的？青州自然不知，若哪天青州得知，定会转告花果小姐的。那到时候还请公子转告，他给花谷写的诗，花谷很是喜欢呢。这花谷着实是个尤物啊，差点破了老夫道心。公子，花谷小姐该不会是喜欢上你了吧？啊，放心吧，公子最喜欢的永远都是小蝶。哦，对了，公子，刚听花谷小姐说有人要害我们，要不要告诉老爷和夫人早做打算？不必了，公子不会给他害我们的机会。杀不了洛长天，还杀不了你。婵婵，是我，姑爷。百灵在给大小姐沐浴。我不是来找大小姐的，我是来请你帮个忙。杀人吗？是，陪我去杀几个坏人。可以。我要2串糖葫芦。没问题，姑爷以后给你买4串。你还得跟我说一声呀？还记得上次咱们杀宋家余孽的套路吗？我刚才神魂探查过了，院子里有3个守卫，张嫣儿和几个强者都在屋子里。一会儿我进去把几个守卫引开，到时候
你拿的这个石灰和面粉，你说的是他们吗？你什么时候杀的？还是老样子啊！大爷爷，他们害得我身败名裂，此仇不报，言儿生不如死。可天子脚下，我等这般行事，一旦让锦衣卫查到，那咱家可就……大爷爷放心，锦衣卫骆大人已经许诺，只要我们能杀了那赘婿全家，他们可保我们张家平安。那好吧，言儿，大爷爷就陪你胡闹这一次，但也仅此一次。我张家屹立至今，可不能毁在你手里呀！日后我不会再出手帮你了。谢大爷爷。等今晚杀了那赘婿全家，割下他和南宫蕊的脑袋，燕儿就不会再胡闹了。以后，燕儿一定一心一意侍奉大爷爷，做大爷爷的修炼炉底。不好，石灰粉有毒，快撤！站长，看好了，姑爷，再给你放个大炮仗。站长，跑！燕儿小姐又见面了。贱人，是你！刚才那爆炸是你弄的，你该当晚死啊你！燕儿，这是……大爷爷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赘婿，我的皇妃只为备妃，都是被他害的。原来就是你这小辈，你胆子够大的呀！老夫还没去杀你，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找死！今日会死的，或许是你们。珊珊，动手！狗东西，若敢杀我，大爷爷定将你碎尸万段！燕儿，想要，给你。燕儿，燕儿，燕儿！你们该死！你们都去死！珊珊，闪开！牛魔神功，牛魔拳，牛魔神功，牛魔拳。你先走。珊珊，别逞强，我们一起去石湖边上，我有办法。珊珊，相信我，我们走。走，你们走得了吗？小辈，出来受死！这点本事也敢杀我？还没完呢！龙儿，助我！龙儿是谁？西湖底下的一条小蛇。你养的？你就当是吧。能吃吗？咱们回去吧。哦。
岳母大人，你们这是？大晚上的，带夏蝉干什么去了？那个夏蝉她嘴馋，我带她去买糖葫芦。晨晨，听话，姑爷下次给你买10个。二小姐，给。谢谢父。岳母大人，你也要吃啊？没点眼力见。 30岁的人了，还吃这个东西？我29。夏蝉先回去，你给我过来！青州啊，我原本跟你岳母计划，等你取得功名再回墨城，给你和微墨完婚，只是。 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你的功名怕是没了。墨城，我们也回不去，所以，我和你岳母商量，你和微墨就在京都完婚吧。微墨呢，靠卖字画也赚了不少钱，算是有了收入。咱们呢，在京都也算是安定下来了。你和微墨的婚期呢，也没必要再拖了。 咱们就把婚期定在1个月之后的上元佳节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青州全听岳父大人、岳母大人的吩咐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这1个月，我就跟你岳母筹备你俩的婚事。还有一事，虽然你和蒹葭还没有正式的和离。 你和微墨呢，又是未婚夫妻，那蒹葭就是你的大姨子，以后尽量避嫌，知道了吧？蒹葭那边你也尽量别去，蒹葭身边的丫鬟也保持距离，免得别人说闲话。青州明白。好吧，你送微墨回房休息吧。二小姐，您早点休息，青州先回去了。姐夫，别走，你能不能帮微墨把外套脱掉？这不太合适吧，二小姐？姐夫，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忘了，娘亲说你已经是我的未婚夫了。也是啊，丈母娘都发话了，我还顾忌什么？好吧。 二小姐，你这……姐夫，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这些都是我今天在坊市上买的，听说都是那个做丝袜的人做的呢。好看，二小姐貌美如花，穿上这个更加的美艳动人。姐夫啊，你说这会是哪个画家户做的呢？ 这我怎么知道？姐夫，这是我给姐姐买的，你明天带给她。二小姐，这个就不太合适了。岳母大人刚说了，我和她……姐夫，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现在还是姐姐的夫君，给娘子买几件礼物有什么呢？只要别告诉娘亲就行了。况且你跟姐姐结婚这么久。 也没给姐姐买过什么礼物吧？好吧，明天我让百灵转交给大小姐。去吧，早点休息。
好。哎呀，长天，今天怎么如此养心？又是酒宴又是歌舞。爹娘，二弟的仇今晚就要报，你们说该不该庆祝？当然。莫非那野种死了？以张家人的手，估计这伙秦家已经被杀得血流成河了。我已经派人过去了，不出一会儿，就会有人把那野种的尸体带来，为我爹娘助兴添彩。好，都别站着了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来，爹娘，来干杯！大人！你看，估计是那野狗的尸体已经送来了。大人，出事了！张家人全死了！这什么？大人，除了张家老祖的尸体没找到，其余的都在这儿。大人，还要继续找吗？不必了，对方下手狠厉，张家13位强者无一活口，张家老祖恐怕也早已丧命。可大人，张家老祖乃是大宗师的境界，在京中也是排得上号的强者，谁能把他杀了？难道是长公主？洛清舟啊，洛清舟，我这当哥哥还真是小瞧你了，竟能让长公主亲自出手。大人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要去秦家大人吗？长公主离京前，先不要动怒，一切等长公主离开后再说。是，大人。百灵，开门！不开！别任性了，我找大小姐有事儿。人家还在睡觉，没穿衣服，开不了。那你找婵婵开。婵婵也没穿衣服。这个小百灵现在是越来越调皮了，等一会儿把她骗出来，非得屁股不可。百灵，你再不开门，姑爷可就要生气了。百灵还生气了呢。昨晚你光带夏蝉出去玩，还给她买糖葫芦，百灵和大小姐都没有。今天姑爷就是来特意给你送糖葫芦的。其实昨天姑爷也给你买了，只是半路遇到了夫人，就先给夫人吃了，所以今天就特意一早买了好几串，全给你吃，不给婵婵。你快出来拿。姑爷，真的吗？百灵这就出去。好你个小鬼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不敢跪开门？嘿，奇怪，手感怎么不对啊？气息似乎也有些不对，个子也变高了。这是……在哪儿呢？糖葫芦在哪儿呢？姑爷，我刚刚以为……大小姐，馊姑爷，小姐好心给你开门，你竟然占了便宜！我要找婵婵告状！哼！百灵，婵婵，姑爷送的包间竟然非礼小姐！哎，姑爷，你给我站住！公子，你一整天都心绪不宁的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小蝶，你家公子闯祸了，我把大小姐给打了。啊，公子，要不你还是去给大小姐道个歉吧，不然夏蝉姐姐的剑怕是不认人的。行吧，那我去道个歉。嗯。谁呀？这么晚了，报上名来。百灵，是我，快开门！
后别再来了，不然婵婵是不会饶了你的。你欺负了大小姐，婵婵现在很生气。百灵，我是来给大小姐道歉的。哼，不用了，大小姐不会原谅你的，你走吧。只有你的，没有婵婵的。算姑爷还有点良心，悄悄告诉你吧，大小姐生病了，现在在休息呢。怎么生病了？还不是大小姐傻，每晚帮人修炼神魂受伤了呗。修炼？什么修炼？百灵，你说清楚啊。没事儿。姑爷，你不是会讲故事吗？要不你给大小姐讲讲故事，帮她恢复一下她的神魂。走。婵婵，把剑收了吧，姑爷是来给小姐讲故事的。大小姐，我来给你赔罪了。今天早上确实是我不对，我当时误以为是百灵，希望大小姐不要放在心上。好了，姑爷，快给小姐讲故事吧。我跟婵婵在门外守着，帮你看着点夫人。快走吧。大小姐，你生病了，要不要我给你找大夫？要不，青州还是先讲故事吧。今天要讲的故事是《神雕侠侣》，你想听吗？这个故事的女主角的性格、气质跟大小姐特别像。她讲的是一个断臂少年和他姑姑相爱的故事，他的姑姑也是他的师傅。可以，讲吧。《神雕侠侣》第1回，风月无情。月女采莲秋水畔，窄袖轻罗暗露双金川。照影摘花花四面，芳心只共丝争乱。大小姐，我可以坐着讲吗？可以。杨过抬起头来，与小龙女目光相对，只觉得这少女清丽秀雅，莫可逼视，神色间却是冰冷淡漠，当真是洁若冰雪，也是冷若冰雪。实不知她是喜是怒，是愁是乐。姑爷，不好了，夫人来了，快跑！百灵呢？姑爷，床上。夫人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？还是说这屋里藏了其他人？没有，夫人，百灵一直守着小姐，除了婵婵跟夫人，再也没有外人进来过。那就行。这蒹葭性子冷，不愿别人亲近，你俩要守好门院，可别让洛荆州这臭小子混进来。哎，微末那臭丫头已经沦陷了，蒹葭绝不能再让她霍霍了。但夫人，姑爷若执意要进来，我们做丫鬟的也拦不住呀。那就跟我说，看我不打断他的腿。哎，当初他娶了蒹葭，勾引他的小姨子，现在成了微末的未婚夫，难不成还回来勾引他大姨子？连门都没有。哪有？本公子一直是本分做人，和谁成亲，与谁和离，不一直都是您和岳父大人安排的吗？蒹葭呢？我看看。完了！夫人，小姐已经休息了。这几日小姐的精神一直不太好，一直睡不好。今日好不容易有所好转。这微末的病刚好，蒹葭就有病了，都是我做娘的不好。
当初啊，这微末生病，我在床前守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他就变好了。既然蒹葭病了，我这当娘的也不能偏心呐，今天就守在这儿了，说不定明天早上就好了。愣着干嘛？帮我拿个被子呀！我今晚上就住这儿了。好。上次在二小姐床上煎熬了一夜，今晚难道又在大小姐床上？啊！我靠，造孽呀！哎，这种情况也就大小姐这种无欲无求的人才能如此平静吧。算了，不想了，还是神魂修炼，去找月姐姐吧。奇怪，月姐姐呢？算了，先自己修炼吧。谁？公子，是龙儿。抱歉，打扰你修炼了。没事儿，龙儿姑娘。对了，你有看到月姐姐吗？姐姐今晚可能没有来，应该是有事吧。昨日之事，多谢龙儿姑娘出手相助，否则我今日怕是没命来这西湖了。举手之劳而已。楚公子，你可否帮龙儿做一件事情？龙儿姑娘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有什么事你尽管提便是。这是我爹爹留给我的一件法宝，他虽然可以帮我，但也禁锢了我。我想把它取下来，但是各种方法都不行。楚公子愿意帮我试一下吗？这个可以解开吗？楚公子，帮我试一下吧，反正我自己也是解不开的。那好吧，龙儿姑娘，我试一下。龙儿姑娘，你去过墨城吗？墨城？公子为何突然问起这个？啊，没事，我还是先帮你解开红绳吧。嗯。这个可以剪开吗？这是法宝，任何利器都没法剪断。如果强行破坏，它会发出很厉害的攻击的。行，那我再试试。龙儿姑娘，不好意思，这红绳我好像解不开，而且它好像会自动变解。没事，虽然没有解开，但还是感谢公子，为龙儿辛苦了一夜。天色也不早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谢谢公子。月姐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从你开油的时候。月姐姐，你听我解释呀，是她被那脚上的红绳禁锢了自由，所以她请求我帮她解开。不信你问她。人呢？刚刚还在这儿。月姐姐，真的是这样，我真的没有。你不用对我解释，天亮了，回家吧。那好吧，月姐姐，我今晚再过来给你讲故事。出来！姐姐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不用解释，我是来取血的。公子，
昨晚在大小姐那里过夜，舒服吗？舒服，那简直就是煎熬。煎熬？算了，不提了吧。哦，青州，岳母大人，长公主来了，快随我去迎接。草民洛青州。洛公子不必多礼，本宫明早便会离京。看样子一切进展都很顺利。多亏了先生谋划。先生，这把剑乃是父皇赐给本宫的，叫金黄剑。今日本宫就送给先生，全当临别赠礼。先生日后若无去处，可来火月国找本宫。持此剑者，如本宫亲临，本宫封国之内，无人敢拦。谢殿下。本宫离开后，中午伯府的洛长天必然会对你下手，先生务必小心。本宫希望下次重返京都时，还能够再见到先生。谢殿下挂念。青州也希望下次再见时，殿下大业已成。青州，长公主要走了。风雨也要来了。岳母大人，明日之后，洛家人必会展开行动。这段时间，还请岳母大人让家里人减少外出，增加守卫。好。哥哥，你来了。自从听完哥哥讲道，妹妹被困多年的修炼瓶颈，这几日终于突破了。不过，妹妹明日便要离开京都了。今晚可能是最后一次听哥哥讲故事了，可以多讲几章吗？妹妹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哥哥。什么礼物？哥哥先讲故事。月姐姐今天想听故事还是听书？故事吧。好。正所谓佛即心兮心即佛，心佛从来皆要物。若知无物又无心，便是真如法身佛。行者回头一看，见后壁上挂着一幅移桥静侣的画。龙王解释道：“此画中仙乃是黄石公。”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该修炼了。哥哥果真是奇人，这故事中的诗句都蕴含着高深修道法门。妹妹离开后，定会多加参悟。对了，哥哥，这是传讯宝碟，我这里也有一个，只要在上面输入魂力，不管距离多远，都可以与妹妹通讯。这莫非是这个时代的电话？哥哥，这东西十分贵重，整个大研都没有几块，哥哥可一定要好好保管。既然这么贵重，那我便不要了。哥哥，你要吗？本宫马上就要走了，如果以后联系不到这个家伙，那本宫的天师殿下还有之前那些哥哥不白喊了。日后本宫若再想突破，还得指望他呢。拿着吧，这上面没有动手脚，他不会借此追踪到你。这个东西除了传讯以外，还可以替肉身挡下致命一击。那好吧，谢妹妹。那哥哥，妹妹就走了，要常联系哦。修炼吧。月姐姐，除了雷霆淬体之外，还有其他能尽快突破化神境的方法吗？仇家势大，我必须尽快突破，才能保护我家的娘子和家人。有，京都有个宗门叫凌霄宗，宗内灵气氤氲，可以有助你武道修炼，还可以温养神魂，助你突破化神。你可以加入，借助山门内的灵气突破。如何才能加入？参加宗门考核即可。好，我明日便报名一试。大人，长公主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赘婿的动向？他于昨日申请加入凌霄宗，这几日正准备前往妖兽森林参加入门考核。属下估计，那赘婿是想另外寻求宗门庇护。宗门庇护？他倒是好算计。张璇，你多带几个强者，在他考核期间给他杀了。记住，多带几个人。他能杀我二弟，怕是有些本事。大人放心，即便他是5职强者，也必死无疑。记住，
手法干净一些，最好伪装成死于妖兽之术。属下遵命。我乃凌霄宗长老令狐青竹，你们可喊我令狐师叔。今日考核由我负责。他就是令狐师叔，令狐师叔果然如传说中一般漂亮，真的好美啊！只可惜令狐师叔一直独自修炼，从不招收弟子，否则非得拜入令狐师叔门下修行。下面我来宣布考核规则：3人一组，每组能在1天之内击杀10头1阶妖兽或者3头2阶妖兽者，视为通过本宗门的入门考核。另外，考核期间禁止私斗，宗门长老会在暗中探查，若有违反，轻则取消资格，重则送官。现在开始考核，各位可自由组队。那我们一起吧。这么麻烦，还要找人组队？兄弟，有队友了吗？要不要一起？好啊。哎，行。兄弟，喝水，口渴了吧？谢大哥。大哥，大哥，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一开始我就知道。你杀了他吗？师叔与其问我的罪，不如担心你自己了。是谁在暗箭杀人？给我滚出来！请一问，我凌霄宗素来与你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今日这是何意？自然是来杀人的。可惜这么漂亮的姑娘，就要给她陪葬。动手！隔空运物，飞剑杀人，这是神魂强者。好你个凌霄宗，竟然藏了个神魂强者！神魂强者？我凌霄宗有神魂强者吗？前辈，若不想被锦衣卫报复，真有神魂强者帮忙，还是尽快把他灭口了好。他说的对，此人若是逃回去，必定会怪罪到凌霄长老身上。看来必须灭口。敢与我锦衣卫作对，找死！多谢灵狐师叔救命之恩。大人，挑选失败了。废物！他那个丫鬟呢？进展如何？还没动手，不过属下只给他7日时间，7日之内若还未动手，便处决他的家人。好，那我便再等他几日。若还不行，只能本官亲自出手。日后你便随我修行，但不许喊我师父，喊我师叔即可。是，师叔。这药园便是以后你在凌霄宗的居所，平时可以帮我看管这些草药。每隔1个月，我会来为你解惑一次。除此之外，不得烦我。另外，今日之事不得向外泄露半句，否则我绝不饶你。是，师叔。此子资质平平，相貌平平，日后必然成不了大器。若不是怕他泄露今日之事，否则我令狐青竹断然不会收这种资质愚钝之人入我门下。不过说起今日之事，也不知那暗中出手的神魂强者究竟是谁。这师叔似乎有些不大待见我，连师傅都不让我喊。算了，不喊就不喊，反正我有月姐姐帮忙修行，用不着旁人也罢。只要
能让我留在这凌霄宗，借助宗门的灵力冲击化神境便好。月姐姐，我已经加入了凌霄宗，明日准备闭关，突破化神之境。我这里有一本《西游记》全集和《道德经》经书，望月姐姐收下。以后不来了吗？若能成功破境，化神成功，灭杀仇家，定会再来。可若我破境失败，我定会被仇家所杀，到时候怕是难与月姐姐再见了，也没有办法再陪月姐姐讲故事了。月姐姐，我若一去不复返，月姐姐在这西湖边一个人觉得孤单，便看看故事，读读经书吧。对了，月姐姐，晚辈给你做了首诗，你要听吗？念吧。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月既不解饮，影徒随我身。暂伴月将影，行乐须及春。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乱。醒时相交欢，醉时各分散。永结无情游，相期邈云汉。月姐姐，愿日后有缘还能再见。晚辈拜别。你的书自己留着吧，活着回来讲故事，就当为了你的娘子和家人。公子，龙儿也祝您化神成功。小蝶，公子，怎么跟丢了魂似的？没什么。啊，公子有时要外出几日，这几天你就待在府里，不要外出，等公子回来。好的，公子。怎么了？有心事？没有，小蝶只是见公子最近训练辛苦，煮了一壶解乏茶给公子喝。是这样吗？小蝶煮的，公子自然要喝。公子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小心烫。你母亲跟弟弟都在我手里，若想救他们，就乖乖将这毒药给你家公子服下。7日内，若没得到那孽种的死讯，就等着给他们收尸吧。来！对了，我一会儿就要出去了，去帮我收拾一下东西。公子，小蝶就算与我娘亲共赴黄泉，也不会害你。生死成败就在此一举了。
化神成功了。公子果然是世间神人呢。化神境，是哥哥吗？怎么回事？莫非是太上长老破境成功，踏入大宗师之境？不对，是耀元，难道是他？神魂交融，天地同力，此神魂修炼者，借我宗门之力，突破化神。凌霄宗可是住进这修炼神魂大佬。恭贺道友化身成功，在下凌霄宗掌门萧炎，有请道友主殿一叙。道友，前辈，晚辈青竹代掌门求前辈入主殿一叙。洛某此次借此宝地突破化神，未曾知会两位，失礼了。今日有事，他日洛某在登门拜谢。这就走吧。看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你来干什么？陪你杀人。不必了，婵婵，这一次姑爷一人足矣。又想玉儿了。老爷，玉儿从小就喜欢雪，可是咱们的玉儿再也看不到了。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想了。我们不是还有长天，他会孝敬咱们的。可是老爷，那孽种一日不死，妾身便寝食难安。晚上做梦都是咱们的玉儿在喊，为他报仇。夫人，马上，长天已经去召集人马，那个野种还有秦家，都活不过今晚。倒是，一定要狠狠地折磨他，我要让那个野种五马分尸，碎尸万段。是你！我今日来，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：我的母亲是你们杀死的？我要听到你们亲口回答。是又怎样？那小杂种，我本来想去杀你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杀了你，再去杀秦家，让你和秦家给我玉儿陪葬。老爷！你这杂种，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会变这么强？罗延年，你玷污我生母，又纵容王源毒杀我娘亲，今日我便要割掉你的脑袋，让你还有你的妻儿祭奠我母亲在天之灵。你敢！刚才已经捏碎了传讯宝牒，我而长天此时就在回来路上，他已是宗师强者，长天一定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，将你还有秦家碎尸万段。放心，不用他追，今日他也会死。我最后再问你，洛青州到底在哪？否则我让你亲眼看着你母亲人头落地。我不会告诉你的。
既然如此，那就……不可能！家里出事了，你们几个人留下，剩下的随我回府。娘，长天，快走！快去宫中！是你干的！人到齐了，那便上路吧。这神魂离体，御剑杀神，你是神魂强者，怪不得我感受不到你的武者气息，原来你修的是神魂，真是想看你。不过我野树宗师，你神魂再强，敌得过我吗？是吗？朝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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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孽障，还我儿命来！那就下去陪他吧。傻丫头，你先没事吧？战战，结束了，该回家了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洛长天，他死了，全家被灭满门。查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圣上有令，宣洛青州进宫觐见。青州哥哥，没事，我去就来。夏晨，夏晨，快跟上！小姐，就快！晨晨，晨晨！这是
快出事了！